我是一个修电瓶车的普通人，客户竟然让我给他焊一个5米高的高达机甲，还必须要在2天内完成，因为他要把这个送给他爷爷当做寿宴礼物。但其实他只是想送一个50厘米的模型，不曾想他竟然多打了一个0，而不知真相的自己想着2天就要制造出一个5米高的机甲，难度实在太大，奈何客户给的实在是有点多。于是我加班加点，总算在寿宴的前2个小时，把客户要求的高达机甲做了出来。林默蹲在满地油污的水泥地上，手里攥着一把掉了漆的扳手，正对着一台只有2个轮子还会转的电瓶车发愁。林子，这刹车皮都磨成纸了，你给我想想办法，换新的不划算。车主是个送外卖的大叔，一脸焦急地看着手机上的订单倒计时。殊知不仅是刹车皮的事，刹车盘都气槽了，我给你焊个补丁上去，能撑3天，3天后你必须得换，不然就得拿脚伤。林默头也不抬，护目镜推在额头上，露出一双因为长期熬夜而布满红血丝却异常清亮的眼睛。行，只要今天能跑就行。林默叹了口气，熟练地引燃一圈焊枪，蓝色的火苗忽地窜起，映照着他那张沾着黑灰的脸。他今年24，大学全业，因为交不起学费，加上觉得学校教的那些理论太慢，便退学接手了这个破烂铺子。在这个遍地是黄金的中海，是他活得像个笑话，但他自己知道，只要是金属做的东西到了他手里就没有修不好的，甚至有时候他能听到金属呼吸的声音。就在焊枪刚刚接触金属的一刹那，放在工具箱上的碎屏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林默没力继续手里的活，那条焊缝平滑如镜，呈现出完美的鱼鳞状，这技术用在修电瓶车上简直是暴殄天物。手机又响了2声，林默熄火，摘下手套，随意在油腻的工装裤上抹了2把，拿起手机，屏幕上弹出的是一条支付宝到账通知，支付宝到账50万元。林默的手抖了一下，差点把手机扔进废弃油桶里。他眨了眨眼，反复数了3遍那个0。50万，不是诈骗短信，是实打实的余额变动。紧接着一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进来，电话那头背景嘈杂，隐约能听到高跟鞋敲击大理石地面的声音和一个女人压抑着焦躁的语速。是银河修造的林师傅吗？我是苏晴。林默咽了口唾沫，喉咙干涩。是我，那个刚才是不是转错账了？我这修车不收这么大额的定金，我也找不开。没转错，我在同城大神 APP 上看到你的接单记录，你是唯一一个平分50且接急单的。我发给你的图纸收到了吗？林默点开微信，确实有一个未读文件，几分钟前发的。文件名爷爷70大寿穿机甲模型创维80。我要你在48小时内把这个做出来，尾款还有50万，做完验收合格立马结清。100万。林默感觉脑子里的血管都要炸开了，他这个破店1年的流水也不过10来万，哼，100万够他把这个破棚子买下来，再翻修3遍，顺便买2吨钛合金面手了。苏小姐，这是做模型。林默点开文件，这是一张非常精细的机甲设计图，风格偏向硬核科幻，结构复杂，显然是找专业画师定制的。对模型，只要外观还原细节要逼真，一定要逼真。我爷爷是老专家，一眼就能看出好坏。之前的几个工作室做的都是塑料垃圾，我退单了，你能不能做？林默深吸一口气，视线落在了图纸右下角的参数栏上 ，Scale 比例11 ，Height 高度5000毫。林默的瞳孔猛地收缩，5000毫米。他抬头看了看自己这个破棚子的房顶，大概也就6米高。苏小姐，你确定这个尺寸是认真的吗？林默试探着问了一句。5000毫米，这可不是摆在桌子上的玩意儿。电话那头的苏晴显然正在忙别的事，语速飞快，当然认真。所有的参数都按图纸来，尺寸、外形、涂装必须一模一样。我知道时间紧，所以才给双倍价钱。材料你自己定要看起来有质感，别用那种廉价塑料感的东西糊弄。记住，只有2天，后天晚上6点必须送到南山区云顶庄园。电话挂断了，林默拿着手机站在昏暗的修理铺里，周围是堆积如山的废旧轮胎和生锈的齿轮。夕阳透过破碎的窗户洒在他脸上，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5米高的模型，他重新审视那张图纸，普通的模型定制，就算是土豪一般，也就是搞个50厘米或者1米的大手办。5米，这特么是雕塑吧？林默的职业本能让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图纸上的异常。这张图纸虽然标注是模型，但内部结构的力学支撑点设计的极其刁钻。如果只是为了好看，完全不需要这种复杂的内部骨架。画图的人显然是个懂行的高手，或者是直接照抄了某种真实重型机械的蓝图。50万定金，50万尾款，2天时间。深深吸了一口辛辣的烟雾，在肺里打了个转，让他冷静下来。这活接了是玩命不接，是傻逼。2天造个5米高的壳子，还要有质感。林默吐出烟圈，眼神逐渐变得狂热起来。既然要质感，那就不能用树枝和泡沫，得用钢。他瞥了一眼角落里那台他改装过的等离子切割机，嘴角勾起一抹疯魔的笑意。既然客户要求一模一样，那就别怪我手重了。与此同时，中海市 CBD 苏氏集团顶层办公室，苏晴挂断电话，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她穿着一身香奈儿的高定套裙，却丝毫掩盖不住满脸的焦虑。晴姐搞定了吗？助理小张小心翼翼地端来一杯咖啡。搞定了，找了个老城区的老师傅，希望能靠谱点。苏晴叹了口气，之前的那些工作室太不靠谱了，做出来的东西跟塑料玩具一样，爷爷肯定会骂死我。这次我特意找人按着战区泄露出来的那个赤红风暴概念图改了一版，必须要震撼。可是小张犹豫了一下，咱们给的参数是不是有点那个5000毫米？苏晴不耐烦地扫了一眼文件，5000毫米。怎么了？50厘米吗？我看过尺子了，放爷爷书桌上刚好。小张张了张嘴，想提醒老板， 5000毫米是5米，
不是50厘米。但看着苏晴那副随时要爆炸的样子，加上最近公司因为被竞争对手打压而焦头烂额，他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也许老板是想做个特别大的放在花园里，苏晴并不知道，他刚才那一通急躁的操作，加上那个多打了一个0的致命失误，即将在这个城市掀起多大的风浪。在这个平行世界里，苏晴的一个手滑，加上林默的一个死心眼，命运的齿轮不仅开始转动，还瞬间挂上了5档，直接把离合器都给烧红了。夜幕降临，暴雨将至，钟汉是废胶废旧金属回收站着，是机械实体的乱葬岗。巨大的7种级磁铁在空中盘旋，像秃鹫一样抓起一堆堆扭曲的钢铁。一辆除了喇叭不响哪儿都响的破皮卡咆哮着冲进了回收站，一个急刹车停在了一堆废旧挖掘机旁边。老王，开门，来大生意了。林默跳下车，雨水混合着机油，瞬间打湿了他的头发。看门的老王头披着军大衣，眯着眼看清来人林疯子。这大半夜的你发什么癫？又要淘什么破烂？不要破烂。林默扔过去一条中华烟，这是他刚才用定金买的，此时毫不心疼。我要那台报废的卡特彼勒挖掘机的液压臂，还有上个月你们收回来的那台退役重卡的底盘大梁。对了，那台从船厂拉回来的高压涡轮风扇还在不在？老王头接住烟，愣了一下。都在，但那都是死铁，你要干嘛？炼钢啊，做个礼物。林默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在雷雨夜里显得格外森然，给个大人物做个寿礼。3个小时后，银河修造铺，林默赤裸着上身，露出精瘦但线条分明的肌肉。他戴着厚重的焊接面罩，手里的工业级焊枪喷吐着刺目的蓝白火舌。那张5000毫米的图纸被他贴在墙上，上面密密麻麻标注了他刚才计算出来的力学公式。普通模型用骨架搭个空壳子就行，但那是糊弄鬼。林默一边焊接着底盘，一边在脑海里疯狂构建3维模型。在他的视野里，这些废旧的钢铁仿佛有了生命。挖掘机的液压臂不再是废铁，而是机甲的腿部组成重结构。重卡的大梁被他切割重组，变成了机甲的胸廓。那个高压涡轮风扇被他塞进了机甲的背部，作为模拟的推进器。客户说了要避震。林默盯着机甲膝关节的连接处，图纸上画的是一个复杂的球形关节。如果只是焊死这里根本动不了，那就只是个雕塑。林默皱起眉头，强迫症发作。既然给了这么多牵动，都不动一下，那不是砸我招牌吗？他扔下焊枪，转身在一堆杂物里翻找起来，找到了伺服电机组，这是他去年从一家倒闭的自动化工厂淘回来的，本来打算修好了卖二手，现在全用上了。他将电机与挖掘机的液压系统串联，然后开始编写控制程序。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在林默眼中，电路板上的走线就像城市的街道一样清晰。他不需要复杂的调试设备，仅仅凭着一只万用表和那台快报废的笔记本电脑，就开始给这台钢铁巨兽注入灵魂。时间1分1秒过去，第一天夜里，机甲的下半身骨架大器晚成，那粗壮的钢腿充满了工业暴力的美感，每一次液压杆的伸缩都伴随着令人牙酸的金属摩擦声。第二天清晨，林默的双眼已经布满血丝，但他毫无困意。上半身这里需要一个驾驶舱，图纸上画着驾驶舱是可以打开的，里面甚至画了仪表盘。既然要还原，那就得能做人。林默咬了咬牙，把一台报废面包车的座椅拆了下来，进行了真皮软包，其实是用破皮衣改的，然后塞进了机甲胸腔。为了让仪表盘看起来逼真，他拆了10几个旧手机和平板电脑，将屏幕镶嵌在驾驶舱的操作台上。他右边写了一个简单的 UI 界面，满屏都是滚动的代码和雷达。扫描图虽然没有任何实际功能，但看着绝对唬人。还得有动力源，真的核动力他造不出来，但他是个焊工也是个电工。他将铺子里所有的如意金箍棒级的大容量锂电池组串联起来，藏在机甲的背部装甲下。苏晴的消息又来了，苏晴，林师傅进度怎么样了？记得颜色要那种很有质感的战损，红不要那种亮瞎眼的漆光，还有一定要霸气。我看图纸上有些武器挂在，你能不能稍微做一点效果？哪怕是那种冒烟的或者发光的也行。林默看着手机，抹了一把脸上的黑灰。要效果，要武器。他看了一眼手边的2根原本打算做排气管的无缝钢管。行，客户就是上帝，他将钢管改装成了轨道炮的样子，然后在里面塞进了2根高压镁棒和发烟装置。这玩意儿一旦通电，虽然打不死人，但那声光效果绝对比好莱坞特效还真。最后是外甲。林默没有专业的模具，但他有锤子和那双神一般的手。48小时不眠不休，林默喝了12罐红牛，抽了5包烟。终于在交付截止时间的前2个小时，林默扔下手里最后一块砂纸，整个人虚脱地瘫坐在地上。在他面前伫立着一尊5米高的庞然大物，赤红色的装甲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血色的冷光，粗壮的机械腿深深地抓着地面背后的涡轮推进器，虽然是静止的，却仿佛随时准备喷射出烈焰。驾驶舱的玻璃罩反射着林默疲惫的脸，那双冰冷的电子眼实际上是2个改装的汽车大灯，此刻正处于熄灭状态。这不是模型，这就一头沉睡的钢铁野兽。这玩意儿，林默仰着头，脖子酸痛，是不是做的有点太真了？他站起身拍了拍机甲，冰冷的腿甲发出一声沉闷的当响，那种厚重感绝不是树脂或者塑料能比拟的。完了，林默突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他环顾四周，这机甲好像比他的大门还要高半米，出不去了。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重型卡车的轰鸣声。哈，
那是他叫的拖车。林老板，车到，货呢？司机在外面喊。林默看了一眼那只有4米高的卷帘门，又看了一眼5米高的机甲，最后看了一眼手机里那即将到账的50万尾款。他眼神一凛，抄起旁边的等离子切割机，大步走向自己的房顶。为了钱拆房，10分钟后，伴随着一阵刺耳的金属撕裂声，银河修造铺的彩钢瓦房顶被整个掀开，巨大的吊车臂缓缓垂下，勾住了机甲背部的吊环。随着钢索绷直发出嘎吱嘎吱的紧绷声，那台红色的机甲缓缓离开了地面，悬浮在半空。月光照在他那充满暴力美学的装甲上，如同战神降临。巷子口路过的几个深夜归家的人都看傻了。卧槽，那是什么？变形金刚？拍电影吗？林默站在废墟般的铺子里，手里还拿着切房顶的工具，对着吊车司机大喊：“小心点，别磕着！这玩意儿要是掉下来，咱们这片区地基都得震塌！”司机吓得手一抖，机甲在空中晃了一下，一只机械臂不小心擦过路边的一根路灯杆，碗口粗的钢制路灯杆像酥脆的饼干一样被机械臂直接撞断，火花四溅。林默迅速掏出手机，给苏晴发了条微信：“苏小姐，货已发车，为了保证神秘感，我给您包了5层红布。另外这东西有点重，您最好让庄园那边把地基加固一下。”发完消息，林默看着那辆因为装载了机甲而轮胎被压扁了一半的重型平板卡车，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不安。应该不会出事吧？他自我安慰道，反正就是个模型，里面也没装实弹，顶多就是沉了点、硬了点、动力猛了点，没毛病。此时的他完全没想到，这台被他命名为祝寿1号的机甲即将把苏家那场原本用来攀比炫富的寿宴变成一场震惊全球的军事演习现场。凌晨4点的中海市就像一头刚刚睡下的巨兽，只有环卫车的黄灯在雾气里闪烁。但在通往南山区的高架桥上，一辆拥有18个轮子的重型平板拖车正在发出不堪重负的嘶吼。见鬼了，真的见鬼了！司机老刘紧紧握着方向盘，手心里全是汗。他开了20年大车，拉过机床，拉过大理石，甚至拉过坦克，但从来没像今天这么心里没底。车后的平板上那个被5层加厚红帆布裹得严严实实的大家伙，就像一座移动的小山。明明看着体积也就是一台大型挖掘机的大小，但这重量……老刘看了一眼仪表盘，发动机转速已经飙到了红区，水温表也在蹭蹭往上涨。老板，你那是模型啊！老刘冲着对讲机喊道，声音里带着哭腔：“这特么是实心的铁坨子吧？我的避震钢板都快压平了。”对讲机里传来林默淡定的声音，伴随着呼呼的风声。他正骑着那辆改装过的小电驴，不紧不慢地跟在卡车后面。刘师傅稳住，那就是个艺术品。为了防风，稍微加重了一点底座。你别急刹车，那东西重心高，惯性大。李默戴着头盔，眼神紧紧盯着前方的一抹巨大的红色。其实他心里也没底，这台机甲，或者按他的话说，是模型净重达到了28吨。这还是他为了赶工期有些非受力结构用了铝合金的结果。如果是全钢结构，这辆卡车估计早就趴窝了。为了防风加重了一点，老刘在驾驶室里翻了个白眼。你家防风用几十吨铁？卡车轰鸣着下了高架，驶入南山区。这里的路况变了，柏油路面黑得发亮路，两旁不再是破旧的店铺，而是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法国梧桐。云顶庄园中海市最顶级的富人区，住在这里的人跺跺脚，整个城市的经济都要抖3抖。林默骑着电驴，看着周围越来越奢华的景致，心里却只想着一件事：只要这单结了，修车铺就能翻身。他甚至能在铺子里装个像样的空调，以后夏天修车就不用光膀子了。云顶庄园苏家别墅，佣人们正在修剪草坪，布置鲜花。巨大的宴会厅采用了落地玻璃，设计可以直接看到远处的海景。苏晴站在2楼的阳台上，手里攥着手机，指节发白。她一整晚没睡。苏晴还在等那个破模型呢。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王月穿着一身真丝睡衣，手里端着一杯昂贵的依云水，脸上挂着那种标志性的让人看了就想抽一巴掌的假笑。我的事不用你管。苏晴冷冷地回了一句，头也没回。呵呵，我是不想管，但爷爷的脾气你是知道的。王月走到栏杆旁，看着楼下忙碌的佣人。这次70大寿军区的陈伯伯也要来，爷爷最看重诚意和技术，我可是托关系从鹰将国那边搞到了一台最新的外骨骼单兵装甲模型，虽然只有10厘米高，但那是按照他们特种部队现役装备11缩小的全金属压铸，连关节都能动。王月故意停顿了一下，用一种怜悯的眼神看着苏晴。听说你找了个修电瓶车的师傅做的，还要做个5米的。苏晴，你是不是脑子烧坏了？5米的塑料泡沫，你是想把爷爷气出心脏病吗？苏晴咬着嘴唇，心里一阵发虚。他确实是病急乱投。那个林默虽然评分高，但毕竟是在修车铺干活的，万一送来的是个用纸糊的大家伙，或者刷着劣质油漆的铁皮壳子，他不敢想那个画面。就在这时，远处的山道上突然传来一阵低沉如雷鸣般的引擎轰鸣声。这声音不像是跑车那种高亢的尖叫，而是一种充满了力量感和压迫感的咆哮，地面仿佛都随着这声音微微震动。什么声音？王月皱眉。苏晴猛地抬头，在庄园大门的尽头，一辆巨大的重型平板卡车缓缓转过弯道。它太大了，哪怕是在宽阔的庄园大道上，这辆车也显得有些拥挤。而最让人移不开眼的是车斗上那个被鲜红帆布包裹着的庞然大物，红布在尘风中猎猎作响，勾勒出下面棱角分明的轮廓。当卡车驶近时，一种莫名的压迫感扑面而来。这时王月手里的水杯晃了一下，水洒了出来。我的礼物到了。苏晴深吸一口气，虽然心里慌得要死，但嘴上绝不能输。看来林师傅很准时。
此时庄园门口的保安队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停下！这里是私人庄园，重型卡车禁止入内。保安队长一边挥手一边狂吹哨子，卡车发出嗤的一声，长长的气煞声停在了大门口。巨大的轮胎几乎有半个保安那么高，散发着滚滚热浪。车门打开，老刘跳下来，腿还有点软。紧接着，林默骑着那辆满是贴纸的小电驴，滋溜一声骑到了卡车前面，摘下头盔，露出一张虽然疲惫但依然帅气的脸。你好，我是送货的。林默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送货单，苏晴小姐订的大件快递。保安队长看着那个5米高的红布包，喉结滚动了一下。这是什么玩意儿？模型。林默一本正经地说：“祝寿用的吧，麻烦开下门，这东西不能淋雨也不能暴晒的，赶紧卸货。”保安队长一脸狐疑地看着林默那一身沾满油污的工装，又看了看那个怎么看怎么像违章建筑的大家伙。你确定这是模型？怎么看着像个违章建筑？真的是模型。林默耐心地解释。同事拍了拍卡车的轮胎，就是稍微沉了点儿。对了，你们这地砖结实吗？如果压坏了，我不负责赔偿啊！就在这时，苏晴踩着高跟鞋，提着裙摆，气喘吁吁地跑到了门口。让他进来。苏晴看着那个巨大的红布包，心里也是咯噔一下，太大了，比他在图纸上想象的还要大。这种体量放在图纸上是数据，放在眼前就是震撼。他甚至能感觉到红布下透出的那股冰冷的金属寒气。苏小姐幸不辱命。林默看到苏晴，露出了标志性的灿烂笑容。昨晚连夜赶工油漆，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这红布最好等到仪式开始的时候再揭开，保持神秘感嘛。其实林默是怕油漆没干透沾灰，但在苏晴听来，这就是一种自信。苏晴看着林默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信任。这个男人虽然看起来不修边幅，但他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笃定。开门，让他们把车开到主楼前面的草坪上。大小姐，那草坪是老爷最喜欢的。保安队长想劝，压坏了我赔。开门。随着电动铁门缓缓打开，重型卡车发出一声怒吼，载着那个神秘的庞然大物缓缓驶入了云顶庄园。跟在后面的王月看着那个巨大的背影，咬了咬牙，冷笑道：“故弄玄虚，做得大有什么用？等到揭开布的时候，我看你怎么收场。到时候哪怕有一块油漆不匀，爷爷都会把你骂出去。”林默重新戴上头盔，骑着电驴跟在卡车后面。经过王月身边时，他突然停了一下，上下打量了一眼王月。看什么看？臭修车的！王月厌恶的后退一步。没什么。林默耸耸肩，提醒下待会儿离远点，这东西气场比较强，容易伤着人。说完，他一拧油门，电驴欢快地窜了出去。王月气得直跺脚。上午10点，云顶庄园变成了名流的海洋，千万级别的豪车停满了停车场，但所有人的目光都有意无意地飘向别墅主楼前的那块空地，那里停着一个巨大的被红布包裹的东西，那粗犷的轮廓，高耸的高度与周围精致的欧式建筑格格不入，却又带着一种野蛮的吸引力。那是什么？听说苏家二小姐送的礼物这么大，不会是送了座假山吧？我看像是个充气城堡。宾客们的议论声此起彼伏。李默此时已经把车卸好了，但他没走。苏晴让他留下来，说是万一组装有什么问题，方便调整。其实是苏晴心里没底，想找个垫背的。李默此时正蹲在自助餐区的角落里，手里端着一盘澳洲龙虾和黑松露蛋糕，吃得津津有味。这有钱人吃的东西就是不一样，这虾肉比我汉条都粗。林默一边吃一边评价。就在这时，大厅正门突然安静了下来，一群穿着黑色西装的人簇拥着2个老人走了进来。左边那个穿着唐装精神却说目光如电，正是今天的主角机械领域的泰斗苏振海。而右边那个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虽然没有肩章，但那种从骨子里透出的铁血杀伐之气，让周围的宾客不自觉地退避三舍。军方科研大佬陈建国。林默咽下嘴里的蛋糕，眼睛微微眯起。他在电视上见过这老头，听说是个比他还轴的技术狂人，看来今天的验收标准会很高啊。林默擦了擦嘴，看了一眼窗外那个红布包，希望我的手动挡设计这老头能玩得转。宴会厅内水晶吊灯洒下柔和而奢靡的光，但对于苏振海和陈建国来说，这种场合显然让他们感到不适。2人端着酒杯却一口没喝，而是躲到了一个相对安静的露台角落。老陈北边的情况怎么样了？苏振海压低声音，眉头紧锁。陈建国叹了口气，那张历经风霜的脸上露出一丝难以掩饰的疲惫不乐观。鹰将国那边最新的外骨骼技术突破了，他们的单兵负重提升了3倍，而且4伏电机的响应延迟降到了20毫秒以内。他摇了摇头，手指狠狠地捏着酒杯。咱们的玄武外骨骼动力源还是不行，电池密度不够，背个大电池包士兵动作笨重的，像企鹅上战场就是活靶子，而且液压系统的传动效率太低，做不到那种人机合一的灵活性。苏振海也是一脸凝重。能源和传动，这是机械领域的2座大山啊！我也在带团队攻关，但是你也知道，基础材料学这块不是一朝一夕能赶上的。我这次来，除了给你祝寿，也是想看看你们苏氏集团有没有什么新的苗子或者技术储备。陈建国看着远处的海面，目光深邃。老苏啊，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了，一旦那边的技术全面列装边境的压力太大了。2人相对无言，气氛沉重的像是一块铅。就在这时，一个娇滴滴的声音打破了僵局：“爷爷，
陈伯伯。王月像一只花蝴蝶一样扑了过来，手里捧着一个精致的紫檀木盒子。月月啊，苏振海收起脸上的忧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爷爷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王月甜笑着把盒子递过去，这是我特意为您准备的礼物，您肯定喜欢。苏振海打开盒子，黑色的丝绒衬垫上静静地躺着一个银灰色的机械模型。虽然只有巴掌大，但做工极其精细，每一个关节都用微型螺丝连接，甚至连背后的液压管路都还原了出来。陈建国眼神一亮，凑了过来。这是鹰将国那个猛禽外骨骼的模型。陈伯伯好眼力。王月得意地扬起下巴，还不忘瞥了一眼不远处正如坐针毡的苏晴。这是我托朋友从鹰将国的一家军工实验室搞到的限量版模型，不仅仅是外观，它的内部结构也是完全按照原版图纸缩小的。爷爷，您可以看看它的膝关节设计那种多轴联动的结构。国内现在还做不出来呢。这话一出，陈建国的脸色微微沉了一下。虽然王月说的是实话，但在这种场合听起来格外刺耳。苏振海倒是没生气，反而戴上老花镜，拿起模型仔细端详，甚至用手指拨弄了一下关节。确实精巧，这个球形关节的阻尼感做得很好，你看完全没有虚伪。咱们的加工精度确实还有差距。陈建国有些眼热地看着那个模型，虽然只是个模型，但这背后的工业水准让人不得不服。月月有心了，这礼物很有参考价值。得到了2位大佬的夸奖，王月的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周围的宾客也纷纷围上来吹捧。不愧是王小姐，这礼物送的太有水平了。既有新意，又有科技含量，比送什么金银玉器强多了。王月享受着众人的赞誉，随即话锋一转，看向角落里的苏晴，声音故意提高了几度。哎呀，堂姐，你的礼物呢？我刚才看见门口那个被红布包着的大东西，该不会就是你准备的惊喜吧？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集中到了苏晴身上。苏晴本该是全场的焦点，此刻却觉得自己像是在刑场上等待宣判的犯人。他联系了林墨3次想要说明书，结果林墨只回了一句别急，正在上传文件。此时面对王月的挑衅，苏晴只能硬着头皮走上前。爷爷陈伯伯，我也准备了一个机械模型。苏振海来了兴趣，在哪儿呢？就在外面。苏晴指了指落地窗外，众人顺着他的手指看去，此时阳光正好那个5米高的红布包在草坪上投下一大片阴影。相比于王月手里那个精致小巧的高科技，外面的这个东西显得粗本庞大。那么大气，陈建国皱了皱眉，这是把哪里的变形金刚雕塑搬来了？王月忍不住笑出了声。堂姐，你不会是被哪个搞装修的骗了吧？这一看就是那种商场门口摆的泡沫雕塑。苏晴急得脸都红了，大声反驳：是金属的还是定制的？王月笑得更夸张了。这么大一坨金属，那得多少钱？我看也就是铁皮空壳子吧。堂姐心意是好的，但是品味这个东西。宾客们也开始窃窃私语，眼神中充满了戏谑。在他们看来，这确实是一场闹剧。一个不懂行的富家千金，为了博眼球，弄了个大而无当的玩意儿。苏振海的脸色也有些不好看，他一向严谨，最不喜欢这种哗众取宠的作风。既然来了，那就去看看吧。苏振海淡淡的说道，语气里听不出喜怒。这么大的东西堵在门口，总得有个交代。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向花园走去，苏晴跟在后面，手心里全是冷汗。他掏出手机，疯狂给林墨发消息：“你人呢？快过来！万一穿帮了你的，帮我解释。”此时的林墨正躲在人群的最后面，嘴里叼着一根牙签，一脸看好戏的表情。这东西不需要解释。林墨看着那个红布包，眼神里闪过一丝狂热。这可是男人的浪漫。众人走到草坪上，近距离观看，那种压迫感更强了。5米的高度，相当于2层楼那么高。堂姐先开吧。王月抱着双臂，一副看笑话的姿态。让我们开开眼，看看这5米高的大宝贝到底是个什么神仙。苏晴站在红布下，那根拉绳就在他手边。他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死就死吧。林墨，你要是敢坑我，我做鬼都不放过你。苏晴猛地一拉绳子，巨大的红色帆布如同瀑布般滑落，没有想象中的泡沫摩擦声，也没有劣质铁皮的晃动声。红布落地发出沉闷的噗的一声，紧接着是一片死寂。全场数百人，包括苏振海和陈建国，在这个瞬间全部失去了声音。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泻在那个庞然大物身上，那是一台通体呈现出暗红色哑光质感的巨型人形机甲。它不是那种光滑的像塑料一样的动漫手办，这就是工业的巅峰。站在他面前，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渺小的像是一只蚂蚁。王月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嘴巴，张大的能塞进去一个鸡蛋。他手里那个精致的10厘米模型，此刻在这个大家伙面前，简直就像是一个幼稚的玩具。苏振海的眼镜差点滑下来，他颤巍巍地往前走了一步，伸出手想要触碰那冰冷的装甲，却又有些不敢。老爷子激动得语无伦次。陈建国的反应更直接，作为军人，他对这种东西有着天然的直觉，那不是看艺术品的眼神，那是看武器的眼神。这焊缝。陈建国快步走到机甲的小腿处，蹲下身盯着一块装甲板的连接处。这是鱼鳞焊，不对，这是深熔焊。这种厚度的钢板怎么可能焊得这么平整？完全没有热变形，还有这个液压管路的设计。苏振海也凑了过来，完全不顾形象地趴在地上。这是双回路冗余设计，天哪，这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布线，这不是模型师能做出来的，这是机械工程师的手笔。两人围着机甲的脚转了好几圈，嘴里蹦出的全是专业术语，周围的宾客完全听不懂，但都能看出2个大佬的震惊。苏晴睁开眼睛看着众人的反应，尤其是看到王月那副像是吞了苍蝇一样的表情，心里那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怎么样？比起你的那个小玩具，不知道爷爷更喜欢哪个？王月脸色惨白，但他不甘心，他不相信一个修电瓶车的能做出这种东西。哼，也就是个大点的壳子罢了。王月说教道，外表做的再像有什么用？里面肯定是空的，或者塞满了废铁。爷爷这东西肯定动不了，
就是个摆设。他转过头恶毒地看着苏晴，堂姐既然做的这么逼真，那你敢不敢把驾驶舱打开，让我们看看，或者让他动两下？这句话一出，苏振海和陈建国也都看向苏晴。确实外形再好，如果是死的，那也只是个高级雕塑。苏晴心里再次咯噔一下，他哪知道能不能动啊？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叮的一声，林默的消息终于来了 ：IPP 安装包发你了。安装后连接蓝牙密码123456，千万记住别点那个红色的火力全开按钮，那是可可。特技模式怕吓着老人。苏晴看着手机屏幕，手指微微颤抖。她抬起头看了一眼那个高高在上的驾驶舱，又看了一眼王月那挑衅的眼神。开就开。苏晴点开 APP， 手指按在了那个硕大的启动按钮上，一声低沉的，仿佛来自地狱深渊的嗡鸣声，瞬间响彻整个庄园。那是电流穿过大功率电机时引发的空气震颤。机甲头部的黑色面罩下，两道猩红的光芒骤然亮起，如同恶魔睁开了双眼。伴随着高压气体的释放升级，甲胸前的装甲板缓缓向两侧划开，露出了里面布满仪表盘和全息投影的驾驶舱。与此同时，一只巨大的机械手办随着电机精密的运转声缓缓降到了苏晴面前，摊开了掌心，全场死寂，只有王月手里的那个10厘米模型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摔断了一条腿。苏晴颤抖着双手抓住了面前那对按照人体工程学设计的操纵杆，她原本以为会摸到塑料或者粗糙的铁管，但手掌传来的触感却让她心头一颤，那是温润的带有阻尼感的航空级合金，甚至还能感觉到内部微弱的震动，仿佛这台机甲拥有心跳。欢迎登入驾驶员。一个毫无感情的电子合成音突然在狭窄的舱室内响起，吓得苏晴差点从座椅上弹起来。这声音不是从音响里发出来的，而是通过骨传导耳机直接在她颅内回响。系统自检完成，能源核心输出功率15%，液压系统压力正常，火控雷达待机中，因城市环境限制，已锁定远程打击模块。苏晴听得云里雾里，什么火控雷达，什么远程打击，林师傅这为了做戏，连系统语音都搞得这么逼真。他透过全息合理平视显示器向外看去，原本隔着玻璃的视野，此刻被一行行跳动的数据流覆盖，外面的人脸都被一个个绿色的方框锁定旁边，甚至标注了心率和体温估算值。天哪！苏晴喃喃自语，这 APP 做的也太高级了吧。与此同时，驾驶舱外欠擦棒，地面上的宾客们正昂着头看着那个已经吞噬了苏晴的钢铁巨兽。机械臂已经收回驾驶舱盖，严丝合缝的关闭，发出一声令人窒息的气密锁死声。王月因为嫉妒而变得尖锐刺耳，把它关上算什么本事？有本事走2步啊！肯定是里面放了投影仪，就是个大号的 VR 体验馆。他转身看向身后的苏振海和陈建国，试图寻找同谋。爷爷您别被骗了，这种视效我也能做，现在的全息投影技术很发达的，看着像真的，其实摸都摸不到。然而两位老人的注意力压根没在他身上。陈建国此时正趴在机甲的脚踝处，手里拿着一个便携式强光手电，死死地盯着液压杆连接处的一个名牌。老苏，你来看。陈建国声音有些发抖。苏振海凑过去，只见那块只有指甲盖大小的金属名牌上，用激光石刻着一行极小的字：部件高承载矢量液压关节材质 TC4 钛合金重铸制造者。林默警告非专业人员，请勿拆卸内含高压电容。TC4 钛合金重铸。苏振海倒吸一口凉气，这种工艺只有航天局的那个真空熔炼炉能做吧？他怎么做到的？而且你看这个焊接点，这种鱼鳞纹，这是手工焊出来的，这不可能，人类的手不可能这么稳，不止。陈建国指着旁边的一根管线，这是石墨烯超导电缆的屏蔽层，虽然外面包了层绝缘胶布，看着很土，但这手感里面走的是高压直流电。老苏，这如果是模型，谁会给模型通高压电？两人的对视中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惊骇，这哪里是模型，这就是一台还没上7号的战争机器。就在这时，机甲突然动了，巨大的右脚缓缓抬起，虽然动作有些迟滞，但那几十吨的重量离地时带起的风压瞬间吹飞了周围一圈人的假发和帽子。伴随着伺服电机的啸叫声，那只巨大的机械脚向前迈了一步，草坪瞬间塌陷，泥土飞溅，整个庄园的地面都跟着震颤了。一下宴会桌上的高脚杯哗啦啦倒了一片，人群发出惊恐的尖叫，纷纷后退。王月吓得高跟鞋一歪，直接瘫坐在地上，脸色惨白如纸。驾驶舱内苏晴也是一身冷汗，我就轻轻推了一下操纵杆，没想到这大家伙反应这么大。手机突然响了，苏晴手忙脚乱地接通电话，还没来得及说话，那边就传来林默急切的声音，背景音里还有他在吃东西的咀嚼声。苏小姐，我看见机甲动了，那个有个事儿忘了跟你说。林默，你这东西怎么这么灵敏？我差点撞到树。苏晴压低声音吼道。还有这上面的按钮也太多了，哪个是控制动作的？那些都不重要，你就推杆就行。傻瓜式操作。林默咽下嘴里的蛋糕，含糊不清地说。最重要的是你右手边有个红色的盖子，揭开里面有个红色按钮，那个千万别乱。苏晴低头，确实看到了那个醒目的红色盖子上面还用记号笔写着歪歪扭扭的字。这是什么？那是为了给你爷爷祝寿准备的礼炮模式。林默解释道。我想着既然是寿宴得有点响动嘛，所以我在机甲手臂里装了2根改装的镁棒和发烟管，但是那个电路我还没来得及调试功率，可能稍微大了那么一点点。礼炮。苏晴眼睛一亮，此刻外面的王月虽然坐在地上，但还在嘴硬。动了又怎么样？笨重的像个乌龟，
肯定是遥控的。苏晴根本不会开，苏晴听到了外面的叫嚣声，机甲的收音系统好的离谱。林墨这个礼炮安全吗？只是发光冒烟，对吧？理论上，林墨挠了挠头，只要不对着人对着空地放，应该挺好看的，就像大号的烟花。苏晴挂断电话，既然是烟花，那就让那个讨厌的王月闭嘴。他深吸一口气，透过哈德锁定了远处庄园边缘的一座人工假山，那里离人群有200米远，绝对安全。王月，既然你想看热闹，那我就给你看个大的。苏晴猛地掀开那个写着真理的盖子，大拇指狠狠地按了下去。与此同时，庄园角落里正在吃第2块黑森林蛋糕的李默，突然看到机甲抬起了右臂掌心的聚能环，开始闪烁刺眼的蓝光，那是电离空气产生的辉光。林默手里的叉子掉了，我操！我记得我装的是镁棒啊，怎么会有电浆反应？难道昨天晚上接错线，把那块从雷达站逃来的高压电容组接进去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种令人牙酸的高频电流声瞬间盖过了全场的喧哗。机甲的右臂猛地一震一倒，只有在科幻电影里才能见到的赤红色光束伴随着肉眼可见的空气扭曲，瞬间喷薄而出，一道直径半米的高能等离子射流。那一瞬间，世界仿佛失去了声音。紧接着200米外的那座高达10米用太湖石堆砌而成的人工假山，就像是被橡皮擦掉的铅笔画一样，直接凭空消失了。没有碎石飞溅，因为石头在瞬间被高温气化成了粉末。光束穿透假山，于是微小，又削平了后面的一片小树林，最后轰在了庄园边缘的防护墙上，留下了一个边缘被烧得玻璃化的大洞。驾驶舱内，苏晴呆滞地看着前方，那个烟花是不是有点太猛了？庄园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保持着上一秒的动作。王月坐在地上，他已经吓得发呆了。刚才那道光束虽然离他很远，但那种毁灭性的气息让他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陈建国第一个反应过来，他猛地转头看向苏振海，那双阅人无数的老眼里此刻布满了血丝和疯狂。老苏，你个老狐狸！陈建国一把抓住苏振海的衣领，激动的唾沫星子乱飞。你跟我哭穷，你说技术被卡脖子，这是什么？这是单兵战术机甲，这是便携式等离子炮。你特么管这叫模型？苏振海也被晃得晕头转向，他看着远处那个还在冒烟的大坑，哆哆嗦嗦的。老陈，你信我，我真不知道，这要是我们家研发的，我至于连个10厘米的模型都做不出来吗？陈建国松开手，立刻从怀里掏出一个红色的保密通讯手机，他的手抖得厉害，按错了好几次才拨通号码。我是陈建国，立刻马上给我调一个加强营过来，定位我的坐标。这里出现了一种不是一台可能改变未来战争格局的战略武器，带上防空导弹，把周围10公里给我封了。一只鸟都不许飞出去。挂断电话，陈建国转过身，用一种看大熊猫不看国宝级战略资源的眼神，死死地盯着那台还在冒着热气的机甲。苏晴丫头，千万别动！陈建国大喊道，声音因为过度激动而破音。那个谁，快去拿软垫子垫在机甲脚下，别让它磕着了。这可是宝贝啊！此时驾驶舱里的苏晴看着外面乱成一锅粥的场面，又看了看自己那根还在微微颤抖的大拇指。林默、苏晴欲哭无泪，你管这叫礼炮？10分钟前，这里还是中海市最奢华的社交名利，场名媛们端着香槟，聊着八卦，商界大佬们交换着名片，而现在这里被军绿色接管了。3架武装直升机在头顶盘旋，巨大的旋翼声震得玻璃嗡嗡作响。数十辆军用卡车堵住了庄园的所有出口，全副武装的士兵拉起了黄色的警戒线，所有的宾客都被集中在宴会厅的一角，手机全部被收缴，每个人都要签署最高级别的保密协议。刚才那个拿着手机直播的网红手机已经被踩碎了，人正蹲在墙角瑟瑟发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就来吃个饭，别说话。没看见那个简章吗？那是战区司令部的人。人群中央，苏晴已经被从驾驶舱里请了出来，他像个做错事的小学生一样站在草坪上，在他对面，陈建国和苏振海正带着一群随后赶到的科研专家围着机甲进行紧急体检。报告首长，一个戴着厚底眼镜的老专家拿着检测仪，一脸见鬼的表情跑过来。能源核心检测到了高能反应，但不是核聚变，也不是裂变，这结构很奇怪，像是几百块民用锂电池串联的，但是中间加了一种我们看不懂的稳压装置，把能量密度强行提升了50倍。陈建国瞪大了眼睛，那岂不是随时会炸？专家擦了擦汗，但这个稳压装置太精妙了，它利用了一种动态平衡算法，把能量锁得死死。这算法比我们正在研发的龙芯火控系统还要先进至少2代。还有这个装甲，另一个专家敲着机甲的腿，这不是普通的钢板，这是多层复合装甲，外层是冷轧钢，中间夹层竟然是废旧轮胎的橡胶。不对，这橡胶经过了特殊处理，变成了高分子吸能材料。刚才那一炮的后坐力全被这层轮胎给吃掉了。陈建国听着这些报告，感觉自己的世界观正在崩塌。用锂电池做出核动力的效果，用废轮胎做出反应装甲的性能，用废轮胎做出反应装甲的性能，这是一个正常人类能干出来的事儿。他转过头，目光复杂地看着苏晴，丫头，你老实交代。陈建国的语气尽量温和，但那种威压是掩盖不住的。这台机甲到底是哪来的？是不是鹰将国那边流出来的原型？
还是哪个隐世不出的国家级实验室的产物？苏晴都要哭了。陈伯伯，我真没骗你，这就是我在同城大神 APP 上找的一个焊工，我就给了他100万，让他做个模型给我爷爷祝寿。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100万，旁边的一个专家差点把手里的平板电脑摔了。100万连着机甲的一根液压管都买不下来，这上面的控制芯片光是1块就得几10万美金，而且是有价无市。陈建国眯起眼睛，一个焊工能懂动态平衡算法，能懂等离子约束方程。丫头，这事儿关乎国家安全，你不能替人隐瞒。真的。苏晴急得跺脚，他叫林默，就在这儿。刚才他还给我打电话来着，他说这是礼炮。陈建国看了一眼远处那个还在冒烟的大坑，嘴角抽搐了一下。神他妈礼炮！苏晴环顾四周，在被扣押的人群里寻找那个熟悉的身影。刚才还在那吃蛋糕的。就在这时，警戒线外传来一阵骚动。干什么？放开我！我是来结账的，你们抓我干嘛？只见2个全副武装的特种兵正架着一个穿着满是油污工装的年轻人往这边走，年轻人手里还拿着半块没吃完的黑森林蛋糕，一脸的不服气。正是林默，就是他，是他做的。林默被带到了陈建国和苏振海面前，他挣脱了士兵的手，整理了一下那件几10块钱买的工装，看了一眼周围的阵仗，又看了一眼那个大坑，心里大概明白了，那个几位领导，这事儿赖我，那礼炮确实劲儿大了。我原本是想听个响，没想到把那假山给崩了。但我声明啊，那假山本来就有点裂缝，属于危房，我这是帮你们拆除隐患。陈建国上下打量着这个年轻人，太普通了，普通的就像是你在路边修车铺随处可见的小工。这台机甲是你做的？陈建国指了指身后那个庞然大物，是苏小姐下的单，我有合同的合法经营。你自己一个人做的？也不是。林默想了想，还有隔壁废品站的老王帮我抬了一下钢板。陈建国深吸一口气，强压住心头的荒谬感。那你知道刚才那一炮是什么原理吗？林默挠挠头，不就是镁粉在瞬间高压下燃烧，配合风扇把烟吹出去吗？哦对了，为了让火光亮一点，我加了个聚能透镜，可能是透镜聚焦太好了，把空气给点着了。周围的专家们听得想打人。神特吗？镁粉燃烧那是等离子体，你用镁粉烧出了太阳表面的温度，那个透镜你是怎么磨出来？一个光学专家忍不住问道。哦，那个林默指了指不远处的一辆宾利车，我看来路边停着这辆车，车灯挺亮的，我看没人要拆下来磨了磨，那玻璃质量不错，挺耐热的。人群中刚刚换好裤子的王月听到这话，两眼一翻，彻底晕了过去。陈建国看着林默，就像是在看一个外星人，他突然意识到眼前这个年轻人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造出了什么东西，在他眼里这一切似乎都是常规操作，这就是天才吗？小林，苏振海这时候终于缓过神来，颤巍巍地走上前，握住林默满是机油的手。这台机甲的动力系统你是怎么解决能源传输损耗的？我们算了很久，这个体积下导线早就该烧断了。哦，那个简单，我在导线外面涂了一层石墨粉，然后用高压锅蒸了一下，我发现这样电阻会变小，还能散热，这不是很基础的土办法吗？我看网上教程学的，高压锅蒸石墨粉。一个材料学专家捂着胸口，从兜里掏出速效救心丸，那是石墨烯超导材料的制备原理，虽然极度简化，但核心逻辑竟然是对的。这家伙用高压锅搓出了超导材料。陈建国深吸一口气，眼神变得无比锐利，他转过身，对着身后的副官通知战区司令部1级绝密，把这里的所有监控全部删掉，所有见过这台机甲的人必须签署 S 级保密协议，终身不得泄露半个字。然后他看向林默，脸上露出了慈祥笑容。小林啊，你那个修车铺生意怎么样？嗨，别提了。林默叹了口气，本来指着这单尾款翻修房顶呢，结果为了运这玩意儿把房顶给拆了，现在还漏风呢。陈建国大手一挥，不用翻修了，国家给你盖个新的。真的吗？能盖个带空调的吗？陈建国笑得更灿烂了。不仅带空调，还带警卫连带独立实验室，带风洞，带靶场，你想焊什么就焊什么，材料管够，电费全免。林默愣了一下，警惕的后退半步。这么好的事，领导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去修航母吧？我跟你们说我没证啊，我是无证焊。陈建国哈哈大笑，拍了拍林默的肩膀，力道之大，差点把林默拍坐在地上。没证怕什么？从今天起，国家给你发证，你是特级部，你是国宝级焊工。他转头看向那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机甲，眼神中燃起了熊熊烈火。有了这东西，什么鹰将国的猛禽，什么外骨骼，都特么是玩具。小林，走，跟我回部队，咱们去靶场好好测试一下你这个模型的真正实力。林默一脸懵逼，去靶场？那尾款苏小姐给结吗？苏晴在一旁拼命点头，我现在就结，双倍不10倍。就在这时，林默的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境外号码。林默接起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生硬的中文：林先生吗？我们是鹰将国雷神公司，我们刚才通过卫星看到了云顶庄园的热能反应，如果您愿意，我们愿意出5000万美金聘请您做技术顾问。林默皱了皱眉，5000万美金。陈建国和苏振海的脸色瞬间变了。林默看了一眼陈建国，那想要杀人的眼神，对着电话淡定地说道：不好意思，我不出国，而且你们那边的电压跟我们这不一样，我的焊枪插不进去。说完，他直接挂断电话，把手机揣进兜里。领导，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哦，对，带空调的铺子。陈建国看着林默眼中的欣赏几乎要溢出来。老苏
苏着机甲征用了，回头国家给你补个锦旗。随着陈建国一声令下，巨大的军用运输直升机缓缓降落。林默被一群士兵像是护送总统一样拥簇着上了飞机。那台祝寿1号机甲也被紧急调来的重型运输机吊装带走，只留下一地狼藉的庄园和一脸懵逼的宾客。苏秦看着远去的直升机，心里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个满身油污为了50万拼命的男人，似乎在这一刻飞向了他永远无法触及的高空。但下一秒，他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林默发来的微信：老板，钱收到了，下次还有这种活儿记得找我啊，熟客打8折。对了，那个机甲的说明书我发你邮箱了，记得看，尤其是最后一条，禁止在室内开启飞行模式。苏秦看着手机突然笑了，飞行模式。他猛地抬头看向天空，这家伙到底还藏了多少惊喜？中海市郊区某隐蔽军事基地地下3层，这里没有窗户，只有冰冷的 LED 灯管发出惨白的光。审讯室，或者按军方的话说，特殊人才甄别，室里温度被恒定在22度，但坐在对面那一排头发花白的老专家们，额头上却全是汗珠。林默坐在特制的金属椅子上，手上的铐子已经被解开了，面前放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大红袍。小林同志，哪怕是为了你自己，也请你务必说实话。负责主问的是一位戴着厚底眼镜的老者，他是国内动力学领域的泰斗李长庚院士。此时他正指着投影屏幕上的一张解构图，手指颤抖得像是在弹钢琴。关于这个能源核心的稳压装置，也就是你说的那个防漏电保护器，我们刚才用超算模拟了300次，得出的结论是，这玩意儿的拓扑结构跟托卡马克装置的磁约束场有80%的相似度。你告诉我，这也是你在修车铺里琢磨出来的？李默捧着茶杯，一脸无辜地吹了吹浮在上面的茶叶沫子。老先生，我真没骗你，那就是个为了防漏电的保险丝盒。李默放下茶杯，认真地解释道：你想啊，那一堆锂电池串联起来电压多高，我怕把苏小姐给电着，就在中间加了几个线圈做分流。那个线圈的缠绕方式，我是照着我奶奶织毛衣的针法缠的正反针交替，据说这样不散劲儿。李长庚院士刚喝进嘴里的一口水，直接喷了出来，喷了旁边做记录的少校一脸。李院士拍着桌子站了起来，脸涨得通红。你管环形磁场非线性约束叫织毛衣，你知道这个结构的磁通量密度是多少呢？是12特斯拉，这是目前人类实验室都很难做到的常温超导磁场。你用铜丝和7包线织毛衣就织出了。林默缩了缩脖子，显得有些委屈。那我也不能说是瞎缠的，我确实是觉得那样缠好看，而且散热快。您要是不信，我把那件毛衣拿来给您看，就在我铺子里的旧衣柜里。单向玻璃后面，陈建国双手抱胸，看着里面的场景，嘴角疯狂上扬，压都压不住。站在他身边的苏振海则是一脸怀疑人生。老陈，你确定这小子不是装的？织毛衣能织出磁约束场，这要是传出去，全球物理学家都得去跳楼。天才的世界往往就是这么朴实无华。陈建国眼神狂热，继续看好戏还在后头。审讯室内换了一位专家，发问：这次是软件工程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权威赵博士。赵博士深吸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不那么崩溃。好硬件的事，我们先放一边。林默关于机甲的火控系统，也就是那个能在1秒内锁定300个目标，并计算出最佳打击路径的算法，我们在代码底层发现了很多奇怪的注释。赵博士指着屏幕上一行代码，这是什么意思？这明明是一种极高维度的预判算法，能够通过空气流动和肌肉微颤来预判目标的移动轨迹。李默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脸微微一红。那个赵老师，这其实是我以前玩那个穿越的时候自己在网上买的一个自瞄外挂的源代码。我觉得那个人写的代码挺利索的，改了改参数就塞进去了。毕竟苏小姐说要指哪打哪，我就寻思着给个自瞄最省事。赵博士感觉自己的血压正在冲破天灵盖上，你把一个游戏外挂刷进了这台造价几百亿的机甲里，然后它就成了世界顶级的火控系统，也不全是外挂。林默补充道，那个外挂只能锁头机甲，需要锁全，所以我又把我家那个扫地机器人的避障算法加进去了。您别说，扫地机器人那玩意儿挺聪明的，撞墙了，知道拐弯跟机甲躲导弹是一个道理。审讯室里一片死寂，几个专家面面相觑，手里的笔都掉了。扫地机器人游戏自瞄挂，第5代机甲火控系统，这特么是什么魔幻现实主义？那个雷达呢？另一个雷达专家不死心地问道，声音已经有点虚了。那台机甲的探测范围达到了50公里，而且具备反隐身能力。我看过了那个雷达罩子，里面是一堆我不认识的破烂。林默来了精神，那个是我最得意的改造，那是几个微波炉的磁控管，加上我从废品站收来的一个旧式卫星锅。我把微波炉的功率调到了最大，然后把频率改高了一点。我想着微波炉能热饭，那肯定能探测到有热量的东西嘛。至于反隐身那是啥？我看得到的它能看到，我看不到的它也能看到。只要是铁做的或者有温度的屏幕上都会亮红点。专家们彻底瘫在了椅子上。微波炉磁控管改相控阵雷达，这已经不是科学了，这是玄学。这时审讯室的门开了，陈建国大步走了进来，身后跟着苏振海。专家们纷纷起立。陈建国走到林默面前，看着这个一脸我是不是要赔钱表情的年轻人，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变得格外可爱。陈建国拉开椅子坐下，语气变得严肃而郑重。林默心里一咯噔，领导如果是要罚款，能不能分期？我那50万虽然到账了，但还没取出来。陈建国
国摆摆手，目光灼灼地盯着他。通过刚才的问话，我们要么把你定性为外星间谍，要么把你定性为国士无双。林默眨了眨眼，我就不能是个普通焊工吗？普通焊工用微波炉造不出反隐身雷达。陈建国笑了，林默，我不管你的这些理论是跟你奶奶学的织毛衣，还是跟扫地机器人学的避障，事实是你造出了一台超越时代的机器。现在国家需要验证这台机器的极限性能。林默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陈建国站起身，靶场已经准备好了，我想看看是你这个模型硬，还是我们现役的主战坦克硬。林默吓得差点从椅子上滑下去。领导别闹，那就是个模型，我就算用了点好钢，那也经不住穿甲弹，而且我也不会开机甲打仗啊，我只会开它走路。既然系统是游戏外挂改的，那你把它当游戏玩不就行了？苏震还在一旁插嘴道，眼神里透着一股老顽童的狡相。林默，只要你在测试中表现好，别说修车铺带空调，我让国家给你建个核电站，专门给你充电都行。林默咽了口唾沫，核电站这诱惑有点大，以后焊条想怎么烧怎么烧，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跳闸了。那如果我不小心把坦克弄坏了，不用赔吧？林默小心翼翼的。陈建国哈哈大笑，笑声震得审讯室嗡嗡作响。你要是能把咱们的99改主战坦克弄坏了，我给你发奖金，坏一辆我赔你10辆。林默眼睛一亮，瞬间站直了身体，整个人散发出一种诡异的自信。既然领导这么说，那我就试试。不过说好了，只能用训练弹，不能用实弹，我怕把我的漆面刮花了，苏小姐还要扣我钱。陈建国和苏振海对视一眼，这家伙到现在关心的还是漆面和扣钱。陈建国大手一挥，去靶场，让这小子给咱们的装甲旅上一课。10分钟后，林默被带上了一辆全封闭的军用越野车，但他不知道的是，此刻的北方战区某综合战术训练基地已经灯火通明，严阵以待。被称为陆战之王的钢铁洪流早已集结完毕，而在他们对面那台刚刚运抵还盖着半截红布的祝寿1号机甲，正静静地伫立在沙漠的寒风中，像是一个孤独的挑战者。只不过这个挑战者的驾驶员满脑子想的都是，如果赢了，能不能申请把那台坏了的微波炉也报销了。北方战区第01号综合战术试验场一侧整整齐齐地停着3辆重型坦克，它们有着低矮的炮塔、厚重的反应装甲和长长的125毫米滑膛炮，那是代表着目前陆战巅峰战力的99改主战坦克。而在他们对面200米处5米高的祝寿1号机甲显得格外突兀，这就是那个模型。而在他们对面200米处5米高的祝寿1号机甲显得格外突兀，哈哈，这就是那个模型。坦克连长黑塔坐在头车的炮塔上，嚼着口香糖，一脸的不屑。他对讲机里传来其他车组的笑声，听说是从中海那边拉过来，好像是个富二代的生日礼物。首长是不是喝高了，让我们赔一个玩具练手？这么大个目标，如果不动我一炮能给他轰成章？别大意，听说那玩意儿把一座假山给气化，那是固定靶。咱们可是移动的钢铁堡垒，他那2条细腿能跑多快？我看就是个火把。观礼台上，陈建国、苏振海以及一众军方高层正襟危坐，巨大的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各项数据。陈建国对着麦克风下令，林默此时已经坐在了驾驶舱里。虽然之前开过一次，但那是在草坪上走2步，现在是在沙漠里，面对3辆杀气腾腾的坦克，说不紧张是假的。系统自检完成，地形识别刹住，建议开启越野模式。脑海中的电子音响，林默愣了一下，开启。指令确认，动力输出提升至40%，活脱100敏度视为最大。随着林默的确认，机甲发出了一阵令人心悸的机械摩擦声，原本平整的机械足底突然弹出了几根半米长的钛合金，利爪深深地抓进了沙地里。测试科目1机动规避与生存能力。广播里传来裁判员的声音：蓝方坦克组使用模拟激光对抗系统，红方机甲被击中，判定为失败。倒计时3、2、1开始，3辆坦克的引擎同时发出咆哮，排气管喷出黑烟，履带卷起沙尘，以品字形战术向机甲冲来。这速度，林默看着 HUD 上的红点，比我那破电驴快多了。领头的坦克率先开火，虽然是模拟激光，但炮口依然喷出了火焰和空包弹的烟尘。然而下一秒，他的笑容僵在了脸上。那台红色的机甲突然消失了，不是消失，是他的动作太快了。只见机甲并没有像人类那样笨拙的转身跑，而是那个巨大的上半身突然以腰部为轴，做出了一个诡异的90度侧倾动作，就像是《黑客帝国》里多子弹的那一幕。但这是5米高的几十吨钢铁做出来的，闪避成功。观礼台上的一个少将直接把望远镜捏碎了。这什么机动性？几十吨的东西能做出这种侧闪？他的腰部轴承受得了吗？林默没空管轴承受不受得了，他只知道那个自瞄外挂，哦不，那个火控系统的被动闪避功能自动触发了。警告多目标锁定，建议主动出击。林默看着屏幕上的3个红点，越来越近，心里那股修车师傅的轴劲儿也上来了。欺负我没炮弹是吧？行，那我拆了你们。林默猛地一推操纵杆，双脚踩下踏板，机甲背后的涡轮风扇骤然加速，虽然没有喷火，但巨大的吸力卷起了漫天黄沙。哼！机甲的双腿猛地发力，竟然直接弹射起步。祝寿1号像一只巨大的钢铁蚂蚱，一个跳跃就跨过了几10米的距离，直接落在了左侧那辆坦克的头顶上。一声巨响，坦克里的车组成员只觉得天塌了，28吨的重量砸下来，坦克的悬挂系统发出痛苦的呻吟，履带直接压进了沙子里半米深，在你头上暴扣。林默下意识地喊了一句，机甲并没有停留他，借着下坠的势能，一只机械手抓住了坦克的炮管。这就是你们的枪管子是吧？
看着挺结实的，能不能当撬棍？林默操纵着机械臂猛地往上一提，坦克那引以为傲的火炮俯仰液压系统，在机甲那不讲理的力量面前，就像是脆弱的塑料玩具。伴随着液压油喷溅的声音，那根125毫米炮管竟然被硬生生地弯成了一个90度的直角。1号车丧失战斗力，广播里传来裁判员颤抖的声音。这就是降维打击，根本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剩下的2辆坦克慌了。黑塔大喊：“散开，别让人近身！”这也太特么离谱！徒手掰炮，但机甲根本不给他们机会。林默此时已经玩嗨了，他发现这台机甲的操控性比他修车用的扳手还顺手。既然是越野模式，那就跑起来。机甲从1号车上跳下来，四肢着地。没错，林默为了保持平衡，让机甲切换成了兽形姿态。此时的他更像是一头红色的机械猩猩，手脚并用的在沙地上狂奔，速度快的拉出了残影。几秒钟后，他追上了2号车。这次林默没有掰炮管，而是伸出机械手，极其精准的扣住了坦克履带的驱动轮。林默大吼一声，机甲的液压系统全功率输出，在所有人惊恐的目光中，那辆重达50多吨的主战坦克的一侧履带竟然被硬生生的抬了起来，坦克像只翻身的乌龟一样侧翻在地，履带还在空转发出无助的嗡嗡声。2号车侧翻，丧失战斗力，剩下最后一辆，也就是黑塔的车。黑塔此时已经不是不屑，他是绝望。他看着那个红色的怪物，正转过身，那双冒着红光的电子眼死死地盯着他。快倒车！但坦克倒车的速度哪有那怪物快？机甲只用了2个大跨步就冲到了跟前，但这次他没有动手，而是突然停了下来。林默看着屏幕上的提示，能源剩余10%，建议进入节能模式。哎呀，没电了。林默有些懊恼，这电池还是不经用啊！早知道多串联几组了。既然没电了，那就速战速决。林默看着面前这辆瑟瑟发抖的坦克，突然想起了那个真理按钮。那个领导说不能用实弹，那我就吓唬吓唬他。林默按下了扬声器按钮，将声音调到最大。机甲缓缓直起腰，挡住了探照灯的光芒，巨大的阴影笼罩了坦克。随后，机甲的胸腔震动，发出了经过扩音后的林默那充满了市井气息的声音。里面的兄弟，这车还要吗？不要，我收破烂了。看着成色50块钱一斤，我收了。观礼台上，陈建国虽然话很糙，但这种侮辱性极强。黑塔咬着牙，还想转动炮塔反击。林默见状叹了口气，敬酒不吃吃罚酒。他操纵机甲抬起右脚，精准地踩住了坦克的炮塔座圈，让炮塔纹丝不动。然后机甲弯下腰，那张巨大的金属脸凑到了坦克的官僚镜前。机甲的面罩打开，露出里面那个全是乱码的 LED 屏幕上，滚动着林默刚刚随手敲上去的一行字：专业维修疏通下水道高价回收旧家电电话138叉。黑塔看着官僚镜里这行巨大的广告，终于崩溃了。我投降，别拆了，再拆我就要写检讨。随着黑塔打开舱盖，举起双手，整个试验场响起了刺耳的防空警报声，那是演习结束的信号。红方胜，耗时3分24秒，战损0。林默松了口气，让机甲蹲坐在地上。好险，再打下去真没电了。此时观礼台上已经彻底炸锅了，苏振海激动的拐杖都扔了，抓着陈建国的手使劲摇牢。你看见了吗？那个兽形奔跑姿态，还有那个重心的动态调整，那是生物仿生学的巅峰啊！咱们搞了10年没搞出来的东西，让他在沙子里跑了2步。就实现了。陈建国则是深吸一口气，眼眶微红。作为一个老兵，他看到的不仅仅是技术，而是未来。这种机动性，这种力量，如果在战场上量产，那将是敌人的噩梦。备车，我要亲自去给我们的功臣开车门。此时的李默正从驾驶舱里爬出来，沙漠的风很大，吹得他那身单薄的工装猎猎作响。他看着远处那辆被他掰弯了炮管的坦克，又看了看那辆翻了个底朝天的坦克，心里一阵发虚。这时候，陈建国的越野车冲到了机甲脚下，陈建国跳下车，仰着头看着站在机甲膝盖上的李默，刚想说几句感人肺腑的表彰词，就听见李默指着下面喊道：“领导，那啥，那个炮管子虽然弯了，但我刚才看了，那是液压感受力不均导致的，我能修，别扣我奖金行不行？给我个乙炔枪，再给我个千斤顶半小时，我就能给他掰直了，这活我熟。”风中陈建国愣了半天，最后还是没忍住笑出了眼泪。那个弯了的炮管给我锯下来，送到军事博物馆去，那是人类战争史转折点的见证。李默挠了挠头，这么浪费，那废铁能卖给我吗？全场爆笑。而在这一片欢腾中，没人注意到沙漠边缘的夜空中，一颗伪装成陨石的高空侦察卫星，正将刚才这惊世骇俗的一幕通过加密频道传回了大洋彼岸的五角大楼。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北方战区第01号基地 S 级保密车间，这里原本是用来组装最新型洲际导弹发射车的。总装车间拥有全亚洲最顶级的恒温恒湿环境和最先进的数控机床，但此刻这个充满了科幻感的车间里，气氛却尴尬的令人脚趾抠地。几百名穿着白大褂的科研人员，手里拿着笔记本、平板电脑、录音笔，是一群求知若渴的小学生，围在一个满是油污的废旧工作台旁。工作台后面，林默嘴里叼着半根油条，手里拿着一把不知道用了多少年的老式焊枪，正一脸无奈地看着面前的一块钛合金板。那个林老师李长庚院士，这位国家动力学泰斗，此刻态度谦卑的像个实习生。您刚才那个3点式焊接法能不能再慢一点？我们的高速摄像机虽然拍到了，但是热成像显示在第2个焊点。
接触的瞬间，温度出现了一个诡异的跃迁，这是为什么？林默咽下油条，喝了一口豆浆，叹了口气：“老爷子，我都说了800遍了，那不是什么跃迁，那就是火候到了。”李长庚推了推眼镜，一脸迷茫：“具体的温度参数是多少？持续时间是几毫秒？”我哪知道参数啊！林默抓了抓头发，有些抓狂。就是你焊的时候听到那个声音，滋滋滋的，像是在煎牛排，但是又不能太响。等到那声音变得稍微闷一点，就像是牛排煎到了5分熟，那时候手腕子要稍微抖一下，把那个什么劲儿给卸掉。这怎么跟你们解释呢？周围的专家们面面相觑。陈建国站在一旁，脸色也有些挂不住。林默同志，科学是严谨的，你要把你的经验转化为数据，这样我们才能量产。林默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领导这东西量产不了。为什么？陈建国皱眉，因为每一块金属都是有脾气的。林默放下焊枪，指着那块钛合金板，你们看这块板子虽然出厂标准是 TC4，但它左下角的密度比右上角稍微大了那么0.001%，机器测不出来，但我一上手就能摸出来，所以我焊左边的时候电流要大一档，焊右边的时候熟得快一点。如果全按统一标准来，这块板子早就裂了。全场死记，手摸出0.001%的密度差异。这特么是碳基生物能具备的触觉吗？一个年轻的博士站了出来，他是清华特班毕业的天才，一直对林默这种野路子心存芥蒂。林先生，这不符合材料学常识，人的触觉阈值不可能达到这种精度。林默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他随手从旁边的废料堆里抓了一把大概几10颗不同型号的螺丝钉，往桌子上一撒。你可以数数，或者用秤称一下。林默淡淡的说，这里面有32颗 M4 螺丝，18颗 M6 螺丝。其中有一颗 M6 的螺纹滑丝，还有一颗 M4 的材质，不是304不锈钢，是201的假货。年轻博士愣了一下，立刻招呼人拿来精密天平和显微镜。5分钟后，博士脸色苍白的抬起头，看着林默的眼神像是在看鬼。全队连那颗201材质的螺丝都找出来了。车间里响起了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陈建国深吸一口气，他终于明白为什么那台机甲无法复制了。那根本不是工业产品，那是一件由一个拥有神之手的变态靠着直觉和经验一点一点雕刻出来的孤品艺术品。那个反重力算法呢？赵博士还不死心指着屏幕上的代码，那个扫地机器人的逻辑，我们输入到超算里，模拟了上万次机甲，每次都会摔倒。为什么你的机甲能跑得那么欢？林默挠了挠头，那个其实代码只是辅助，主要是那天晚上我装陀螺仪的时候发现那个底座有点不平，我就垫了一张折了4折的硬纸片进去，可能那个纸片的厚度刚好修正了误差，垫了一张纸片。赵博士觉得自己的心脏病要犯了，国家的顶级机甲核心平衡系统全靠一张垫桌角的硬纸片支撑。陈建国突然大喝一声，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意味着如果那张纸片磨损了机甲，就会瘫痪。不会呀。林默一脸无辜，我用了502胶水沾死了，而且那是苏小姐给我的设计图纸的封面，铜板纸耐磨得很。陈建国捂着额头摆了摆手，散会。都散了吧。他看出来了，林默不是在藏私，他是真的不懂科学，或者说他的科学体系是建立在一种完全不同的维度上的，一种基于绝对直觉和经验的玄学工程学。深夜基地食堂，林默正对着一只红烧狮子头大快朵颐，虽然被软禁在基地里，但不得不说这国家队的伙食是真不错。苏振海端着餐盘坐到了他对面，老爷子现在的精神状态很亢奋，但眼圈也是黑的。苏振海看着林默，既然量产不了，那我们就换个思路。你能不能再做一台？林默差点噎着。苏老，您饶了我吧。做那一台我就掉了2斤头发，而且那是因为苏小姐给了钱，我有动力。只要你肯干，你要多少经费都行，而且我们可以给你配最好的助手，不需要你亲自动手拧螺丝，你只要在旁边指挥就行。林默放下筷子，擦了擦嘴。苏老，其实吧，我也不是不想做。林默叹了口气，眼神难得的正经起来。那天晚上暴雨，我感觉那堆废铁在呼唤我，我才知道怎么焊。而是这东西它是有命的，现在让我再做一个，哪怕给我同样的材料，我也做不出一样的了。可能会做个更好的，也可能做个一动不动的废铁。苏振海若有所思。不过如果您只是想解决那个外骨骼动力不足的问题，什么建议？苏振海眼睛一亮，我看过你们那个玄武外骨骼的图纸。林默用筷子蘸着汤汁，在桌子上画了个图。你们太追求完美了，非要搞什么全封闭液压回路。其实吧，你们可以在膝盖这里开个口子，装个弹簧，就是那种大卡车减震用的钢板弹簧。林默比划着人在走路的时候重力是向下的，利用这个重力压缩弹簧，然后在抬腿的时候释放出来，这不就是免费的动力吗？虽然土了点，噪音大了点，但是省电啊，起码能增加30%的续航。苏振海盯着桌子上的汤汁图，大脑飞速运转，这道理简单的令人发指。所有的顶尖专家都在研究怎么提高电机效率，却忘最原始的机械储能。天才，真的是天才！苏振海喃喃自语，大道至简。就在这时，食堂的电视机里正在播放晚间新闻。近日一段关于云顶庄园机甲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有网友爆料称，所谓的机甲实际上是某特效公司制作的 CG 动画，或者是使用了全息投影技术的骗局。林默抬头看见屏幕上出现了王悦那张打了马赛克的脸，正对着镜头哭诉：我是当时的目击者，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那就是个模型，根本没有网上吹的那么神。苏家为了炒作股票，联合那个诈骗犯，
林默搞了这场闹剧，我这里有原始视频。画面一转，是一段被恶意剪辑过的视频。视频里机甲虽然在动，但配上了滑稽的音效，而且关键的开炮画面被剪掉了，只留下了烟雾。林默笑了，这女人还没死心呢，这女人还没死心呢。苏振海的脸色却沉了下来。胡闹，这是泄密。虽然他发的是剪辑版，但这会引起不必要的关注。老陈那边怎么还没动手处理？林默无所谓的继续吃狮子头，让他闹呗，闹得越大越没人信，这是真的。大家都以为是特效，你们不就更安全了吗？这叫战略忽悠。苏振海愣了一下，看着林默，你小子这也在你的算计之中。林默眨了眨眼，我说我是为了看热闹，您信吗？与此同时，中海市苏氏集团大楼，苏晴坐在宽大的董事长办公室里，看着跌停的股价和网上铺天盖地的谩骂。苏氏集团造假，抵制苏氏，为了博眼球毫无底线，那个林默就是个骗子。苏总公关部已经压不住了，王月小姐买了大量的水军，现在全网都在骂我们，而且还有几个国外的科技博主也在转发说这是中国人的又一次 PPT 造车。苏晴面无表情地看着窗外的夜景，如果是以前她可能会慌，但现在她脑海里回荡的是陈建国带走林默时那个凝重的眼神，以及那个一级绝密的封口令。她知道真相，正是因为知道真相，看着网上这些跳梁小丑的表演，她只觉得可笑。别管，可是股价让他们跌。苏晴嘴角勾起一抹冷艳的笑，跌到底才好。通知财务部准备好所有的流动资金，等股价跌到谷底的时候，全资回购。苏总，您这是？王月想玩，那我就陪他玩个大的。苏晴站起身，走到落地窗前，看着北方，等着吧，等林默回来的那天，这些骂我们的人都会跪着把话吞回去。但苏晴不知道的是，在这场网络狂欢的背后，一双阴冷的眼睛已经盯上了他。在大楼对面的天台上，一个穿着清洁工制服的男人正用高倍望远镜观察着苏晴的办公室。他按下耳麦说道：“目标确认，工程师在军事基地无法接触，但金主在这里，抓住他就能逼工程师现身。行动代号拆解。”网络世界的风暴往往来得比现实更猛烈，也更荒诞。短短24小时，苏家100亿机甲骗局和寻找骗子焊工林默这2个词条就冲上了微博热搜和推特趋势榜。王月并没有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蠢，或者说嫉妒和仇恨让他进化了。他躲在一家不需要身份证的黑旅馆里，手里握着苏家内部的一些资料，疯狂地在网上煽风点火。家人们，谁懂啊？那个林默根本没有焊工证，他就是个修电瓶车的。试问，一个修电瓶车的怎么可能造出机甲？这不就是把咱们当傻子耍吗？直播间里，王月声泪俱下，弹幕里一片心疼小姐姐，打倒资本家。他甚至还放出了林默那个破修车铺的照片，满地的油污、乱七八糟的废铁，以及那个被拆了一半的房顶。这就是所谓的高科技实验室，这种地方能造出机甲，连个像样的厕所都没有。舆论彻底一边倒。与此同时，北方战区基地内，林默正蹲在机甲的脚背上，手里拿着一罐喷漆，正在给那个被坦克炮弹擦伤的地方补漆。林默，你还有心思补漆？陈建国大步流星地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个平板电脑，脸色铁青。看看网上把你骂成什么样了，世纪骗的工业耻辱，要不要我让网监局把这些号全封了？林默瞥了一眼屏幕，别介啊，领导，这骂的挺有创意的。你看这条，如果这机甲是真的，我直播倒立吃香。这人 ID 我记住了。回头咱们开个直播专场找他兑现。你心真大。陈建国无奈地摇摇头。不过有个情况你得知道，王月的这种炒作虽然在国内是闹剧，但在国际上引起了不该有的注意。陈建国点开一张卫星照片，这是3个小时前我们的卫星在公海上拍到的，一艘挂着巴拿马国旗的货轮突然改变航线，正在向中海市海域靠近，而且我们在中海市的情报网截获了几条加密通讯信号源头，直指苏氏集团附近。林默手里的喷漆罐停住了，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冲着苏晴去的，冲着苏晴去的。很有可能。陈建国神色凝重，你是技术源头，我们在基地里保护的像铁桶一样，他们进不来。但苏晴是唯一的知情人，也是把你挖掘出来的人，那些境外势力可能会把他当作突破口或者人质。林默沉默了2秒，我得回去。胡闹！陈建国断然拒绝。你现在是国宝级资产，离开基地一步，你知道有多少狙击枪指着你吗？那苏晴怎么办？林默站起身，眼神里第一次没有了那种嬉皮笑脸。他就是个给钱爽快的傻白甜，这事儿因我而起，我不能让他替我扛雷。我已经派了特战小队去保护他了。陈建国按住林默的肩膀，你要相信国家。我相信国家。林默看着陈建国，但我更相信我的手艺啊！他指了指身下的机甲，领导，这玩意儿修好了。既然是在测试阶段，那能不能测试一下城市反恐科目？陈建国愣住了。你疯了？开着这玩意儿回中海1000多公里，而且目标这么大，还没进城就被卫星发现。我有办法不被发现。林默嘴角勾起一抹狡黠的笑。您忘了吗？我有那几个微波炉改的隐身涂层，还有贴地飞行模式。苏氏集团地下停车场，苏晴刚刚加完班，揉着酸痛的肩膀走向他的车。空荡荡的停车场里，只有他的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回声。突然一阵异样的寒意袭来，苏晴下意识地停下脚步。在他车的旁边站着3个穿着灰色雨衣的人，他们戴着口罩，帽檐压得很低，手里提着长条形的黑袋子。这不是保安。苏晴的心跳瞬间加速，他转身想跑回电梯口，
苏小姐这么急着去哪？身后传来一个声音，不知何时电梯口也被两个同样装束的人堵住了。你们是谁？我要报警了。苏晴颤抖着拿出手机，你可以试试。领头的人慢慢抬起头，露出一双像鹰一样锐利的蓝眼睛。他手里拿着一个奇怪的仪器，苏晴发现自己的手机信号瞬间归零。信号屏蔽器。我们老板想请苏小姐去公海喝杯茶，聊聊关于那位弹弓的故事。领头人一步步逼近，手里寒光一闪，是一把装了消音器的战术手枪。请配合一点，我不希望在你漂亮的脸上开个洞。苏晴步步后退，直到背部抵在冰冷的墙壁上。特战小队呢？陈伯伯不是说有人保护吗？别看了，领头人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外面的那几个保镖已经睡着了，专业的确实难对付，但我们更专业。5个杀手形成包围圈，将苏晴困在中间。带走！领头人挥手，就在2个杀手伸手抓向苏晴胳膊的瞬间，一声巨响，仿佛雷神之锤砸在了大地上。地下停车场的入口处，那厚达半米的防爆卷帘门，像是一张薄纸一样被瞬间撕裂。狂风夹杂着暴雨倒灌进来，伴随着暴雨冲进来的，还有2道刺破黑暗的猩红光束，一双悬浮在3米高度的电子眼。杀手们猛地回头，手中的枪迅速抬起，在昏暗的应急灯光下，一个庞大的令人窒息的黑色剪影正静静地蹲伏在入口处。他的身上还在滴水装甲表面流淌着一种诡异的光学迷彩波纹，让他的轮廓看起来模糊不清。什么东西？领头人惊恐的大喊。那个黑影缓缓站直了身体，5米的高度直接顶到了地下车库的天花板，发出混凝土碎裂的声音。面罩打开，露出了扩音器，一个懒洋洋声音在空旷的车库里回荡。那个打扰一下，请问这里是苏氏集团地下车库吗？我是送外卖的。苏晴猛地抬头，眼泪瞬间夺眶而出，是那个声音，那个让他恨得牙痒痒却又无比心安的声音。领头人虽然震惊，但职业素养让他瞬间扣动了扳机，3发穿甲弹呈品字形射向那个黑影的胸口。然而子弹打在装甲上，只溅起了几朵微不足道的火花，连漆皮都没蹭掉。哎呦，脾气还挺大。林默坐在驾驶舱里，看着 HiTag 上的手机提示，遭受轻微撞击伤害值。既然你们先动手，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林默深吸一口气，双手如闪电般在操作台上飞舞，开启近距离格斗模式。对于杀手们来说，这是一种超越了认知的恐怖速度。他们只看到一道黑色的残影，最前面的2个杀手还没来得及惨叫，就被一只巨大的机械手像是抓小鸡一样抓了起来，然后轻轻一碰，嘿，2人撞在一起，直接晕了过去。领头人惊恐的后退，手中的枪疯狂射击，直到弹夹打空。怪物，这是什么怪物？机甲一步跨到他面前，单膝跪地，那张巨大的金属脸凑到他面前，距离他的鼻尖只有10厘米。记住了。林默的声音冰冷的像地狱里的判官，这不是怪物，这是你永远付不起尾款的工业奇迹。说完，机甲伸出一根手指，仅仅是一根手指，轻轻弹了一下杀手的脑门。领头人两眼一翻，直挺挺的倒了下去。整个过程不到10秒，剩下的2个杀手吓得腿都软了，扔下枪转头就跑。林默哼了一声，苏小姐闭眼。苏晴下意识的闭上眼睛，只见机甲背后的2个小型姿态调整喷口，突然转向对准了逃跑的2人，2股强劲的气流喷涌而出，直接把那2人吹飞了10几米，贴在墙上抠都抠不下来。战斗结束，林默打开驾驶舱跳了下来，他身上还穿着那件脏兮兮的工装，头发湿漉漉的，看着狼狈，但在苏晴眼里却比这世上任何一个王子都要帅气。哟，苏老板。林默咧嘴一笑，看来这回你欠我的可不只是尾款了，这叫额外安保费，得加钱呢。苏晴看着他，眼泪止不住的流，突然冲过去一把抱住了这个满身机油味的男人。你要多少我都加，苏氏集团给你都行。林默愣了一下，双手悬在半空，尴尬的笑了笑，那倒不用给个带空调的铺子就行。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密集的警笛声和直升机的轰鸣声，陈建国的特战队终于赶到了。虽然是来洗地的，林默抬头看了看外面，看来这回是真的瞒不住了。他拍了拍苏晴的后背，走吧，苏老板，咱们去见见外面的大场面。这一夜之后，咱们恐怕要在这个星球上出名了。苏氏集团地下停车场的风暴虽然平息了，但中海市的夜空却并不平静。陈建国的特战小队动作极快，像是一群无声的清洁工，速将那5个被打得嵌在墙里或者脑门上起了个大包的杀手大包运走。林默从机甲上跳下来，脚刚站地就被一群穿着白大褂的军医围住了。检查生命体征，有没有受到辐射，有没有内伤？该死，他身上全是机油和雨水，快准备消毒。林默被搞得一脸懵逼，一边躲闪一边喊：别扒我裤子，我没事，就是刚才在路上飙太快，有点晕车。不远处，苏晴披着一件军大衣，手里捧着一杯热水，眼神却始终没有离开过那个被众人簇拥着的男人。刚才的那一幕如同烙印般刻在了他的视线里，那个在绝境中从天而降的钢铁巨人，那个轻描淡写弹飞杀手的手指，还有那句带着脾气却无比安心的苏小姐。陈建国不知何时走到了他身边，脸色凝重，受惊了。这次是我们工作的疏忽，没能完全预判到敌人的疯狂程度。苏晴摇了摇头，握着水杯的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陈伯伯，是我给你们添麻烦了，如果不是我不懂事，
非要搞这个受理。这不怪你。陈建国看着正在和群医据理力争、不想打针的林默，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有些天才就像是锥子，放在口袋里迟早会刺破布料露出来的。你只是那个把锥子递给他的人。那现在苏晴看了一眼周围拉起的警戒线，以及外面隐约可见的闪光灯，那是闻讯赶来的媒体。事情闹得这么大，怎么收场？陈建国冷笑了一声，整理了一下军帽，他转过身看着那台在灯光下依旧散发着令人窒息压迫感的机枪。既然藏不住了，那就让他们看个够。只不过这一次解释权在我们手里。第二天清晨，全球互联网炸锅了。虽然昨晚的直播信号被掐断了，虽然所有的监控都被删除了，但是在这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还是有漏网之鱼。一段只有5秒钟的模糊视频被人上传到了外网的暗网论坛，随即像病毒一样扩散到了推特油管和微博。视频视角来自一辆刚好路过停车场入口的私家车行车记录，一道巨大的黑色闪电撕裂了厚重的防爆卷帘门，紧接着一个红色的钢铁巨人背对着镜头背后的喷口，喷出一股肉眼可见的气浪，瞬间消失在车库深处。虽然看不清细节，但那个体型、那个速度，还有那个撕碎钢板如撕纸的力量感，绝对不是 CG。中海暴雨夜线不明机甲，这不是特效，苏家机甲是真的。这3个词条直接霸榜了全球热搜。之前还在网上叫嚣这是骗局的黑粉们，此刻像是被集体掐住了脖子。王月躲在黑旅馆里，看着手机屏幕上的那段视频，手抖得拿不住烟。不可能，这不可能！他喃喃自语，脸色惨白。那是道具，那是假的，肯定是苏晴找人演的戏。我要揭穿他们！他疯狂地在键盘上敲打，试图发帖反驳。但就在这时，一声巨响，旅馆的房门被暴力破开，一群荷枪实弹的特警冲了进来。不许动！王月尖叫着想要往床下钻。你们干什么？我是苏家2小姐，我有律师，是不是苏晴让你们来的？我要告他！领头的警官冷冷地看着这个疯癫的女人，拿出一张逮捕令。王月，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勾结境外间谍组织罪以及非法泄露军事机密罪，跟苏晴没关系，这是国安局的命令。直到被戴上银手镯的那一刻，王月才明白自己这次惹到的根本不是苏晴，而是一头沉睡的巨龙。上午10点，北京外交部兰厅，这里正在举行一场临时发布会，台下坐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摄像机对准了发言台，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兴奋和探究，他们都想知道昨晚在中海市出现的那个怪物到底是什么。外交部发言人走上台，神色淡定，甚至带着一丝微笑。关于各位媒体朋友关心的昨晚在中海市出现的所谓不明机甲事件，我在这里做一个统一说明。全场瞬间安静，只剩下快门声。那并不是什么机甲，更不是所谓的秘密武器，那是我们国家正在测试的一款新型多功能全地形民用工程救援机器人。台下瞬间炸了。民用救援，你管那个徒手撕肛门，一脚踩碎地板，还带着等离子炮，虽然没露出来的东西叫民用救援机器人。一位金发碧眼的西方记者立刻举手提问发言人：先生，据我们掌握的视频资料显示，该装置展现出了极高的机动性和破坏力，这显然超出了民用工程机械的范畴，而且有传言称他在现场使用了某种高能武器，对此您怎么解释？发言人微微一笑：这位记者朋友，你的想象力很丰富。首先，关于破坏力，既然是工程机械，那就需要具备拆除废墟、搬运重物的能力，它的力量大一点，那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抗震救灾。至于高能武器，那其实是一个高功率等离子切割装置，主要用于快速切割废墟中的钢筋救援、被困群众，这是为了救人，怎么能说是武器呢？至于机动性，发言人摊了摊手，因为我们要考虑到各种复杂的灾难地形，比如山地废墟沼泽，所以我们给他设计了2条腿，让他跑得快一点，这是很合理的逻辑吗？台下的记者们听得一愣一愣的，听起来好有道理，竟然无法反驳。但这特么明明就是在睁眼说瞎话。谁家救援机器人5米高？谁家切割机能隔空打包假山？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了解这款产品，发言人继续说道：我们特意请来了这款工程机器人的总设计师林默先生来为大家做现场解答。林默穿着一身极其不合身的黑色西装，显然是临时借的袖子短了一截，头发梳成了大背头，被发胶定住了，一脸僵硬的走了出来。他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摄像机，他感觉自己像是一只被架在火上烤的鸭子。陈建国在后台通过耳麦低声说道：林默，记住之前教你的，别说漏嘴就咬死，是民用救援搬砖，哪怕他们问你为什么有机枪，你也得说是用来打蚊子的。林默深吸一口气，走到麦克风前，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大家好，我是那个修不那个设计师林默。一位英降国记者立刻发难：林先生，请问您的这款救援机器人为什么采用了如此具有攻击性的红色涂装，而且它的外观设计非常像我们英降国科幻电影里的战争机器，这是否意味着你们有军事意图？林默愣了一下，红色涂装，攻击性。那个林默挠了挠头，哪怕打了发胶也挡不住他的习惯性动作。其实吧，选红色是因为苏小姐说喜庆，本来它是用来给爷爷祝寿的，红色代表福如东海嘛。至于外观，我是照着我在地摊上买的一个10块钱的塑料玩具改的，我也没看过你们的电影。全场哄笑，记者脸都绿了。那请问他背后的那个巨大的涡轮推进器是怎么回事？救援机器人需要飞行吗？那个林默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那个是强力吹风机。你们想啊，灾区要是着火了或者有毒气，
我就开那个风扇把烟吹走，方便救援人员进入器，这很合理吧？那他的手臂力量据说能举起坦克，夸张了，也就是能举起个渣土车吧。毕竟有时候路堵了，得把车挪开。那他为什么有反雷达涂层？那是为了防止生锈，我用的漆比较厚。整场发布会变成了林默的单口相声，无论记者怎么刁难，怎么挖坑，林默总能用最朴素、最离谱，但又最接地气的理由给怼回去。什么火控雷达是用来找生命体征的电磁干扰，是用来屏蔽广场舞音箱，防止打扰救援的机械爪是用来剥鸡蛋给伤员补充营养的。最后林默实在被问烦了，对着镜头来了一句总结，就是各位，这就是个稍微大一点劲儿、大一点跑得快一点的大好玩具，大家别过度解读。我们中国人爱好和平，我就是个焊工，只想好好修车，谢谢大家。说完他也不管，还没结束，直接转身溜了。后台陈建国笑得肚子疼，拍着大腿，好小子。车站护区局长的位置以后非你莫属。而此时远在大洋彼岸的五角大楼，一群将军看着直播画面，气得把咖啡杯都摔了。救援机器人，谁家救援机器人装核电池，还装有救援机器人有相控阵雷达，这是赤裸裸的智商羞辱。给我查这个林默到底是什么背景？我不信他是个焊工，他肯定是那个神秘的天宫计划的负责人。报告将军，我们查了，他真的有个修车铺，而且他的支付账单显示，他在买材料的前一天还花9.9块买了一份机甲模型、手工制作指南。将军们沉默了。风波过后，林默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没能回那个破修车铺，虽然陈建国真的派人去给他修了房顶，还装了中央空调，但那里现在已经成了网红打卡地，每天都有几百个主播蹲在门口直播，甚至还有人偷他扔在外面的费罗斯当纪念品。林默现在住在北方战区01号基地的核心区，这里有一座专门为他建造的林默实验室。说是实验室，其实更像是个巨大的废品，这是林默强烈要求的。太干净了，我没灵感。林默是这么跟陈建国说的，给我弄点废铁来，越旧越好，最好是那种生锈的有灵魂。于是军方不得不从全国各地的退役装备库里给他拉来了几10车皮的报废坦克飞机。此刻林默正穿着他那身标志性的工装，虽然是特种防弹纤维做的，蹲在一堆废铁中间，手里拿着那把老汉枪，嘴里哼着小曲。在他面前那台祝寿1号机甲现在已经被军方正式命名为玄女01，验证机正被拆得七零八落。林总师，赵博士抱着厚厚的一沓文件走了进来，脸上写满了无奈。自从林默当了总师，他们这些正牌科学家就彻底沦为了擦屁股的。军委那边的命令下来了，赵博士推了推眼镜，近期鹰将国的尼米兹级航母编队要在这一片海域举行自由航行演习。情报显示，他们这次携带了12台猛禽外骨骼，还有2台处于保密阶段的泰坦重型机甲。上级问我们玄女01能不能拉出去溜溜。林默头也不抬，正在给机甲的一根手指关节上润滑油，用的是猪油。他说比工业润滑油顺滑。那是去打架吧？林默撇撇嘴，老赵，咱们这可是救援机器人，能不能别老想着打打杀杀？赵博士嘴角抽搐。林总师，您昨天刚给他装了一套从歼20上拆下来的导弹，挂架您跟我说这是救援用的。那是发射救援物资的。林默理直气壮，万一灾区群众饿了我一发导弹过去，里面全是馒头，多方便。赵博士决定不跟他争辩。这个总之上级的意思是，这次对方来势汹汹，显然是冲着上次的视频来的。他们想试探我们的底，如果我们不亮剑，他们就会得寸进尺。陈司令问你，如果对上那2台泰坦，你有几成把握？林默停下手里的活，站起身擦了擦手上的猪油。泰坦。林默想了想，我看过照片，傻大黑粗的，全靠对装甲，那种东西也就是个移动的靶子。但是赵博士犹豫了一下，这次演习是在海上，对方有航母编队支持，有制空权。我们的机甲虽然在陆地上无敌，但是它不会飞呀。一旦对方在海上发起挑衅，我们够不着。谁说不会飞？林默突然转过头，露出一口白牙，笑得像个偷了鸡的狐狸。你看这是啥？林默指了指机甲背后那2个巨大的，原本被他说是吹风机的涡轮风扇，此时那2个风扇已经被他拆开了，露出了里面密密麻麻的线圈和奇怪的晶体管。这不是以前那个涡轮风扇呢？赵博士凑近看了看，不过您好像在里面加了点东西。这紫色的是什么？紫水晶，这是我从某宝上买的负离子发生器。林默一本正经地说。赵博士差点跪下。负离子发生器，您是想给敌人做个空气净化？差不多吧。林默拍了拍那个巨大的金属外壳。其实吧，那天救苏晴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这机甲跳得虽然高，但是滞空时间太短，所以我琢磨着能不能利用电磁反重力原理。电磁反重力？赵博士的声音拔高了8度。林总师，那是理论物理学还在争论的东西，您攻克了。没那么玄乎。林默摆摆手，我就是觉得微波炉能加热水分子，那如果我把微波的频率调到一个特定的波段，能不能加热空气产生一个向上的高压起电，然后再配合这个负离子发生器产生电荷差利用力？磁场反正就是那个意思。你看那个磁悬浮列车不也是飘着的吗？赵博士听得云里雾里。微波加热空气负离子地磁场反重力飞行，这公式要是写在论文里，能被审稿人喷死。那您试过吗？赵博士颤抖着问。林默指了指实验室的天花板。赵博士抬头一看，只见那个10几米高的钢筋混凝土天花板上有一个巨大的圆形的洞，昨晚没控制好，功率稍微飞高了一点。林默有些不好意思，回头记得找人补一下。赵博士看着那个洞，咽了口唾沫。这特么是稍微飞高了一点，这是直接想上天啊！
既然能飞，赵博士深吸一口气，眼神变得炽热起来。那我们就有了制空权。林总师，这可是战略级的突破，我们需要马上进行海上测试。林默拦住了激动的赵博士，这玩意儿有个副作用，飞的时候动静有点大，而且因为是电离空气，会产生一种类似于极光的视觉效果，太高调了，不符合我们救援机器人的低调人设。高调怕什么？赵博士大手一挥，都要去跟航母编队对峙了，当然是越拉风越好。林总师，您赶紧准备一下陈司令，说明天一早直接空运到东海前线。东海某海域波涛汹涌，鹰将国的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正破浪前行，甲板上2台高达8米的黑色机甲泰坦 I 型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这是鹰将国波士顿动力和雷神公司联合研发的秘密武器，虽然动作略显笨拙，但他们装备了重型加特林机炮和地狱火导弹，是真正的杀戮机器。报告长官，前方发现中国海军编队。剑桥上鹰将国舰队司令史密斯少将放下望远镜，嘴角露出一丝傲慢的笑。终于来了，告诉他们我们正在进行例行演习，请他们保持距离，如果误入演习区域，后果自负。长官，他们的船上好像有个红色的东西。史密斯皱眉，再次举起望远镜，在远处的中国驱逐舰甲板上赫然伫立着那个熟悉的红色身影。果然是那个救援机器。史密斯冷笑把它拉到海上有什么用？当吉祥物吗？我们的泰坦可以在甲板上滑行，它能干什么？跳海自杀吗？就在这时，那台红色的机甲动了，它并没有像史密斯预料的那样笨拙的移动。只见它缓缓张开双臂，背后的2个巨大的涡轮推进器猛地亮起，一种从未听过的类似于鲸鱼低吟般的高频震动声，瞬间穿透了海浪的喧嚣，传到了每一艘鹰将国军舰的声呐里。紧接着，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那台重达几十吨的红色机甲竟然缓缓地飘了起来，没有喷射尾焰，没有黑烟，它就像是被一只无形的上帝之手托举着，违背了万有引力定律，轻盈地悬浮在半空中。上帝啊！史密斯手里的望远镜掉了，这是什么科技？但这还没完，通讯频道里突然传来了那个噩梦般的声音，这次是通过全频段公共广播强行切入的，带着一股浓浓的中文口音，听得见吗？我是救援1号，前方那个开大船的你们挡住我看海景了。那个麻烦让一让，不然我不小心手滑给你们扔个救援馒头下去，怕把你们甲板砸穿了。伴随着声音，悬浮在半空的玄女01机甲背后的挂架缓缓打开，露出了2枚涂着救援物资字样，但怎么看怎么像超音速反舰导弹的东西。而且机甲的手里还不知从哪儿掏出了一把巨大的光剑，不，那是等离子切割刀，只不过林默把功率调到了最大，那光束足足有40米长。这是救援机器！史密斯咆哮道。谁家救援机器人拿着40米长的大刀，立刻撤退。那天鹰将国的航母编队在没有任何交火的情况下，因为导航系统故障紧急掉头撤出了演习区域，而那张红色机甲悬浮在海面上，手持40米光剑的照片成为了《时代周刊》的年度封面，标题只有3个字 God is Chinese， 上帝是华夏人。而在驾驶舱里，林默看着落荒而逃的舰队，遗憾地叹了口气，好傻，我这负离子光剑还没试呢，听说能杀菌，本来想给他们航母消消毒的。东海对峙事件后的第3天，世界格局发生了一种微妙而滑稽的变化。鹰将国虽然撤走了航母编队，但在国际舆论上依然嘴硬坚称，那天的撤退是因为气候异常导致的，导航系统紊乱，并暗示中国使用了某种全息投影技术来制造恐慌。对此，华夏外交部只回了一句这1个字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鹰将国的高层彻底破防了。五角大楼的会议室里，烟灰缸被摔碎了好几个。国防部长脸色铁青地看着智库递交上来的全球影响力评估报告，因为东海那场不战而退的闹剧，鹰将国的国际威望暴跌，甚至连几个一直跟着他们混的小跟班都开始偷偷往华夏的使馆送果篮了。我们需要一场战争，一场摧枯拉朽的胜利，来向全世界证明我们依然是地球的霸主。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咆哮着拍打办公桌，目光在世界地图上巡视了一圈，他们最终将手指点在了西亚的一个小国卡拉尔共和国。卡拉尔不仅蕴藏着丰富的稀土矿脉，最近还刚刚和华夏签订了深度战略合作协议。更重要的是，他的军事力量薄弱的像一张纸，借口很快就找好了卡拉尔，涉嫌秘密研发气象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到24小时，鹰将国第7舰队和2个满编的空中打击梯队就兵临城下。F-35战斗机群像黑色的乌云般掠过卡拉尔的首都上空，精确制导炸弹将他们的防空阵地和雷达站瞬间夷为平地。地面上 M1I 主战坦克群碾压过边境线，扬起漫天黄沙。卡拉尔的常规部队在鹰将国的立体打击下，仅仅支撑了不到3个小时，便全面溃退。炮火连天中，卡拉尔总统躲在地下，防空洞里颤抖着拨通了连接华夏燕京的最高级别加密专线。老总统在电话那头声泪俱下，救救我们！如果你们不出手，卡拉尔今天就要从地图上抹去了。只要华夏肯帮忙卡拉尔所有的稀土矿脉，未来50年全由华夏优先开采。燕京最高指挥中心首长们看着卫星传回的卡拉尔，惨状眉头紧锁，直接派正规军介入显然不合适，容易引发全面第3次世界大战。就在会议室陷入短暂沉默时，北方战区陈司令突然轻咳了一声，眼神里闪过一丝狡黠。各位首长，卡拉尔刚才不是说他们遭遇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吗？咱们国家最近不是刚研发出一款
大型全地形灾害救援设备吗？众人一愣，随即恍然大悟，目光全都看向了陈司令。陈司令，你是说？陈司令咧嘴一笑，卡拉尔地震了，鹰将国的坦克部队在那边迷路了。出于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咱们派个救援机器人去帮他们疏通一下道路，顺便清理一下建筑垃圾。很合理吧？半个小时后，北方战区01号基地，耳的警报声划破夜空。林默正穿着沾满机油的背心，在实验室里调试一块散发着幽蓝色光芒的金属板。这是苏氏集团总裁苏晴，昨晚刚动用私人关系，花天价从海外黑市截胡回来的深海冷焰石超导冷却模块。林总师，紧急任务。陈司令的虚拟投影直接切入了实验室。带上你的玩具去卡拉尔救灾。林默眼睛一亮，顺手把那块价值连城的超导冷却模块拍进了玄女01号的核心反应堆插槽里。刚好东海那次没玩尽兴，这回换个沙漠地图，测测防沙性能。卡拉尔首都总统府广场，鹰将国的装甲指挥官威廉少将正站在一辆坦克的炮塔上，叼着雪茄，准备对着随军记者的镜头发表胜利演说。在他前方几百辆重型坦克已经完成了包围圈，天空中盘旋着10几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就在他张开嘴准备说话的瞬间，天空突然暗了下来，不是乌云，而是一股突破阴障的恐怖气流从大气层外直坠而下，伴随着一声宛如陨石撞击地球的巨响，整个广场的地砖如同波浪般碎裂翻滚。漫天尘土中，一台涂装成亮红色胸口，甚至还印着一个巨大十字，虽然是用红色绝缘胶布临时贴上去的庞然大物，缓缓站直了身体。通讯频道里再次响起了那个让整个鹰将国军方做噩梦的中文口音，听得见吗？这里是华夏太平洋人道主义救援承包商，前方那些开着铁皮盒子的朋友，你们挡住我的救援路线了，麻烦让一让，开火！哈，给我撕碎这个铁疙瘩！威廉少将声嘶力竭地吼道。瞬间，上百门坦克主炮同时开火，然而硝烟散去，红色的机甲毫发无损，一层淡蓝色的能量护盾在机甲表面流转，妨碍救援，那只能先进行场地清理了。林默手指飞速敲击，玄女01号双手猛地插进地面的岩层中，巨大的机械臂带着恐怖的扭矩，直接掀起了一块长达100米的地壳。几十辆 MEI 坦克连开炮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掩埋在了数百吨的碎石之下。天际线外8架 F-35战斗机呼啸而来，林默微微一笑，启动了高空灭火阻燃喷雾系统，数千枚银色金属球在半空中炸开，形成强磁场电磁脉冲云。8架第5代隐身战机瞬间黑屏，纷纷栽进沙漠。仅仅不到10分钟，不可一世的鹰将国装甲部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废品回收站。最后一步清理残余的危险锐器，玄女01号的手中弹出了那把40米长的高温幽蓝色光剑，吃了令人牙酸的金属切割声响起，光剑如同热刀切黄油一般，将外围残存的50多辆坦克的炮管齐刷刷地削成了平头。威廉少将跪在坦克上，双腿发软。林默操控机甲走过去，巨大的机械脚踩在 MEA 坦克的履带上。清本系统判定贵方装甲车辆违章停放。作为专业的救援团队，我们已经为您完成了车辆的无害化拆解。另外，这是服务账单。玄女01号胸口弹开一个缝隙，一张双人床那么大的打印纸飘落下来，盖在了威廉少将头上，上面用英文写着大型工程机械出厂费等离子切割机磨损费、精神损失费，总计80亿美元。看着这张离谱的账单，威廉少将两眼一翻，直接气晕了过去。不远处的防空洞出口，卡拉尔老总统激动的热泪盈眶，稀土矿脉全给，感谢华夏的人道主义救援。与此同时，这场单方面清障作业正通过全球网络高清直播，整个世界互联网彻底爆炸了。神特么救援承包商，你家救援队发80亿美元的账单，看到那个巨大的红十字了吗？那是用来超度敌人的物理十字架。五角大楼内气氛压抑到了极点，总统看着大屏幕上威廉少将晕倒的画面，气得浑身发抖，砸碎了咖啡杯。这就是你们说的软柿子，一台救援机甲单挑了我们半个战区的兵力。总统阁下一名上将擦着冷汗汇报坏消息，是华夏外交部刚刚发表声明，督促我们尽快结清那80亿美元的环保清理费，否则下次将派出玄女02号大型农业播种机去我们的本土进行绿化援助。总统捂着胸口，直接瘫倒在座椅上。而此时在大气层边缘，玄女01号正以恐怖的3马赫速度向华夏返航。驾驶舱内的林默却没有半点民族英雄的自觉，他正愁眉苦脸地看着操作台上的全息投影。警告：超导冷却模块已完全过载熔毁，材料结构破坏率达99%。完了完了，这下真的装大发了。林默听着警报音，头皮发麻。为了在全世界面前把逼格拉满，为了用最震撼的方式削平那50根坦克炮管，他把能量输送功率推到了惊人的250%，代价就是苏晴那个身价千亿的美女总裁砸了整整3个亿才搞回来的深海冷焰石。高阶模块现在变成了一坨毫无用处的废旧炉渣。3个亿啊，我得在军区打多少年白工才能还清？林默长叹一口气，他几乎能想象到苏晴那张冷若冰霜的脸上会露出怎样和善的微笑。3个小时后，玄女01号冒着一缕黑烟，做贼心虚般的降落在了北方战区01号基地的隐蔽停机坪上。林默趁着地勤人员狂欢的时候，悄悄拆下了那块焦黑发臭的废料，流进了实验室。林默在实验室里对着那块焦黑发臭的废料，还没筹上几个小时刺耳的最高级别战斗警报声，便猛地撕裂了北方战区01号基地的宁静。刺红的警报灯在走廊里疯狂闪烁，基地的广播里传出陈司令急促而威严的声音，甚至带着一丝破音：全体战斗人员，东海防空识别区边缘出现高强度未知能量源，这不是演习，所有队
海导弹阵列进入1级战备状态。重复，这不是演习。林默心里咯噔一下，连手里的废料都顾不上放下，如同猎豹般窜出实验室，狂奔向地下总指挥室。当他推开沉重的防爆大门时，巨大的全息屏幕上正播放着前线高空侦察机拼死传回的画面。五角大楼的报复来得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快，也都要疯狂。波涛汹涌的东海海面上，一台通体涂装成暗金色，犹如史前巨兽般的庞然大物正踏浪而行。它的体型足足是玄女01号的2倍有余，高度接近40米，宛如一座移动的钢铁堡垒。它没有采用人类常规的双足步兵设计，底盘是4个巨大的反重力气垫，推进矩阵在海面上离出4道深不见底的白色水沟，而它的上半身则是重型复合装甲与密密麻麻的狰狞炮管的结合。这是什么鬼东西？美国人的变形金刚吗？林默倒吸了一口冷气，快步走到战术台前。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 10年前封存的禁忌项目阿特拉斯 Atlas 重型歼击机甲。情报官飞速敲击着键盘，额头上满是冷汗，手指都在微微发抖。他们竟然真的把这个怪物从内华达州的地下掩体里挖出来并重启了。屏幕右侧的数据疯狂跳动，一团刺目的深红色光晕笼罩在阿特拉斯的胸口位置。它的动力源不是常规的超高密度电池，而是一座微型冷核聚变反应堆。陈司令咬牙切齿地说道：“这帮疯子竟然把核反应堆塞进了机甲里。”话音未落，大屏幕上的阿特拉斯突然停住了前进的趋势。他缓缓抬起右臂，那是一门极其粗壮的电磁轨道炮，伴随着一圈肉眼可见的白色音爆云，在炮口炸开一道刺目的高压等离子光束，瞬间贯穿了云层。华夏方2架正在高空进行伴飞警告的无人机，甚至连规避动作都没来得及做，就被这道恐怖的光束直接气化。挑衅，这是赤裸裸的战争挑衅。陈司令一巴掌重重地拍在合金控制台上，他们是以搜救落水士兵的狗屁名义强闯我们的防空识别区。如果我们用常规反舰导弹，根本破不了那层核动力供应的电磁偏转护盾。指挥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林默的身上。陈司令转过头，双眼布满血丝，死死盯着林默林总师。我只问一句，玄女01号现在还能出战吗？报告司令，深海冷焰石超导冷却模块已经彻底烧毁了，现在如果强行起飞，只能换上军用级的备用风冷与液氮混合模块。在这种状态下，玄女的出力必须死死限制在80%以下，一旦越过红线，机体会因为无法散热而从内部自然解体。80%也得上。陈司令猛地拔出腰间的配枪，重重地拍在桌子上，哪怕是台拖拉机，今天也得给我开到东海上去。华夏的领海寸步不让。准备弹射。10分钟后，玄女01号带着一丝未曾痊愈的伤病，在刺耳的轰鸣声中再次从地下弹射井。修长的银白色机体在阳光下依然耀眼，但林默知道这台机甲此刻就像一个发着高烧还要上擂台的拳击手。然而现实远比实验室里的数据更加冰冷残酷。当玄女01号突破云层与暗金色的阿特拉斯在东海上空正面相遇时，科技代差带来的压迫感瞬间让人窒息。阿特拉斯根本不讲究任何近战格斗技巧，它本身就是一个拥有无限能源的移动天灾。漫天的微型追踪导弹如同被激怒的蜂群，拖着长长的白烟，铺天盖地的将玄女1号包围。紧接着，他双臂的等离子击炮开始疯狂咆哮，交织出一张密不透风的死亡光网。驾驶舱内，林默的双眼死死盯着全息屏幕上密集的弹道预测线。玄女01号在密集的火力网中做出了各种突破，空气动力学极限的规避动作，但在绝对的火力覆盖压制面前，再精妙的操作也显得苍白无力。警告，请左翼辅助平衡装甲受损15%。警告，备用液氮冷却系统温度已达临界值。警告，机体表面温度突破800度，钛合金装甲出现软化迹象。林默满头大汗，高强度的过载让他的毛细血管纷纷破裂。他试图拉近距离进行进展，但阿特拉斯的反重力气垫底盘在海面上极其灵活，始终与他保持着3公里以上的火力倾斜绝佳距离。他妈的，真以为背这个核电站就能为所欲为？林默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一把扯掉喉部的通讯器，解除安全锁，动力输出强制提升至120%。玄女1号背部的矢量引擎喷射出刺目的幽蓝色尾焰，化作一道银色闪电。他硬生生顶着2发擦过肩膀的等离子炮装甲，大面积熔毁，却终于冲到了阿特拉斯的面前。机甲背部的武器匣弹开，一把长达15米的斩剑刀被玄女01号握在手中，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狠狠劈向阿特拉斯的头部。当是一声震耳欲聋的金属碰撞声响彻海天。然而足以劈开常规驱逐舰装甲的雷霆一刀，竟然只在阿特拉斯表面那层电磁偏转护盾上激起了一圈圈剧烈的涟漪。斩剑刀的刀刃因为承受不住巨大的反作用力，竟然直接崩断了一小半。紧接着，阿特拉斯那比玄女01号大腿还要粗壮的机械手臂猛地一挥，犹如拍打一只烦人的苍蝇一般，重重地砸在玄女01号的胸口装甲上。轰！他惊恐，林默只觉得仿佛被一辆重型卡车迎面撞上喉咙，一舔一大口，鲜血猛地喷在了全息头盔的内侧视窗上。玄女01号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向海面坠落胸前的超合金装甲深深凹陷下去，电火花在半空中疯狂爆闪。核心温度过载达300%，备用冷却模块已发生物理熔毁，系统强制切断主动力，进入瘫痪保护模式。林默，撤退，马上启动逃生舱，这是命令。通讯器里传来陈司令嘶哑而绝望的怒吼。
看着天空中如同神明般耀武扬威的阿特拉斯林，莫不甘地用带血的拳头重重砸了一下操纵台，启动了紧急逃生与机体回收程序。玄女01号借助仅剩的备用姿态，推进器喷射出浓密的铝热剂，干扰烟幕狼狈不堪的向内陆海岸线迫降撤退。这一战不仅震动了东海，更是通过美军的肆意转播震惊了全世界。五角大楼的总统椭圆形办公室内，总统红光满面端着高脚杯大笑，通知 CNN 给我24小时全球循环直播阿特拉斯在东海的巡航画面。而此时的北方战区01号基地，抢修车间里充满了刺鼻的烧焦味。玄女01号残破的机体被粗大的合金支架勉强固定住，像是一个垂死挣扎的重伤员。陈司令看着医护人员正在给左臂骨折的林默打石膏，眼眶发红。小林尽力了，你活着回来就好。这不怪你是技术确实还有差距。不，司令。林默推开医护人员的手，没有理会左臂传来的钻心剧痛。他用那只没受伤的右手，从口袋里掏出那块价值3个亿、已经被烧成黑不溜秋炭渣的深海冷焰石，废料死死地攥在手心。他的眼神中没有挫败，反而燃烧着一种近乎疯狂玉石俱焚的火焰。司令，给我3天时间。林默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在摩擦。常规方法不行，那就玩命。这破石头虽然外部结构被我上次烧毁了，但它的核心原子层面那股极致的超导和吸热属性依然存在。如果我把它彻底粉碎到纳米级，然后融入高毒性的液态结融合金中，再直接接入机甲的神经元液压传动系统里。林总师，你疯了吗？这就像给一个人的血管里直接注射零下200度的液氮，一旦在战斗中循环管路有一丝破裂，不仅机体会瞬间引发冰爆，你这个驾驶员连弹出逃生舱的机会都没有，会瞬间被冻成一坨绝对0度的冰雕。这已经是我们反败为胜的唯一办法了。我不仅要把他们的脸狠狠扇回去，我还要亲手把那台核动力的破铜烂铁拆成零件。接下来的72小时，01号基地的地下最高级别机密实验室彻底变成了林默的修罗场。林默像个不知疲倦的疯子，双眼布满血丝，亲手将那块价值3亿的废料碾碎，提纯一点点，融入到剧毒且高温的液态金属中。他彻底重写了玄女01号所有的底层逻辑代码，代之以一套他临时编写、名为0度沸腾的自杀式冷却循环系统。第4天清晨，当东方的第一缕阳光艰难地刺破海面上的浓雾时，阿特拉斯机甲内美军驾驶员正惬意地喝着咖啡。突然，刺耳的雷达最高级别警报声猛然炸响，警告：超高速高能物体接近，马赫数45，热信号极低，处于绝对0度边缘。下一秒，9天之上的厚重云层被硬生生撕裂出一个巨大的空洞，一台通体呈现出深邃的幽蓝色机身，表面因为极致的低温而不断升腾着浓密白色冰雾的机甲，如同天罚的陨石般重重砸在海面上。巨大的冲击力瞬间引发了一场小型的局部海啸，海浪退去，雾气散开，玄女01号改赫然屹立于海面之上。为了配合新的系统，原本外置的散热排气孔被全部物理封闭，银黑相间的机体装甲下隐约可见一条条粗大的散发着幽蓝色光芒的液态管路。修了3天就敢再出来送死？美军驾驶员狞笑一声，直接将核动力反应堆推到了全输出状态，2道毁灭的等离子光束以摧枯拉朽之势轰向玄女01号。全息屏幕上的林默却异常平静，他深吸了一口带着浓烈机油味的空气，双手猛地在操作台上拉出一个极其复杂的指令阵列，解除最后一道物理阀门，0度沸腾系统全面启动，引擎输出功率给我拉到400%。一股恐怖到极点的寒气以玄女01号为中心瞬间爆发，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周围方圆500米内波涛汹涌的海水竟然在眨眼间被冻结成了坚硬无比的玄冰。就在等离子光束即将击中的千钧一发之际，玄女01号动了，在0度沸腾系统的超导冷却加持下，它爆发出完全违背机械常理的恐怖推力，以一种锐角 Z 字形诡异折线激动，在冰面上擦出一长串冰屑，瞬间启动，入了阿特拉斯的近战绝对盲区。玄女01号没有拔出任何武器，而是双臂如同幻影般探出食指，精准地扣住了阿特拉斯右臂关节处的装甲缝隙。太极借力打力听过没有？林默发出一声狂吼，猛地一拉操纵杆玄女01号，利用对方前冲的惯性腰部爆发出惊人的扭力，猛地一个标准的旋身过肩，重达近200吨的核动力怪物阿特拉斯竟然被硬生生拔地而起，狠狠地砸在了坚硬的冰封海面上，冰层瞬间崩塌。没等对方恢复神智，玄女01号已经高高跃起，她的右拳紧握手臂上那些幽蓝色的液态管路，瞬间爆发出如同超新星般刺目的光芒，将所有的冷却能量在这一刻全部转化为狂暴的纯粹动能。8级铁山靠等，玄女01号的整个右侧肩膀化作世界上最恐怖的工程锤，带着一圈白色的音爆云，以突破5马赫的恐怖速度狠狠地撞击在阿特拉斯胸口那块宝石护核聚变反应堆的超厚复合装甲。特种复合装甲如同脆弱的饼干般轰然碎裂，玄女01号的手臂直接贯穿了阿特拉斯的胸膛，一把扯断了主反应堆的核心供电线了。阿特拉斯庞大的机身剧烈地抽出了几下眼部的红色光芒，闪烁了2下，彻底熄灭。主反应堆瘫痪，这台不可一世的战争巨兽彻底变成了一座漂浮在海面碎冰上的巨大废铁。战斗结束，全程不到30秒。五角大楼的直播大厅里死一般的寂静，总统面如死灰，直接滑坐到了昂贵的波斯地毯上，彻底崩溃。而华夏的网络和各大军区已经彻底沸腾了。半小时后，当玄女01号用牵引索拖着庞大如山的阿特拉斯残骸缓缓返回北方战区01号基地时，
整个基地陷入了疯狂的海洋。在这震耳欲聋的狂欢声中，林默却脸色惨白，浑身上下冒着寒气，双腿发软的顺着登机梯滑了下来。赢了，林总师，我们赢了！你是国家的英雄！赵博士激动得满脸通红，林默却一把推开赵博士，跌跌撞撞的就往地下实验室的方向跑去。他的心在疯狂的滴血。刚才那30秒的0度沸腾超频爆发，确实帅到了极点，但代价是惨痛的。他把那混合了整整3亿人民币、深海冷艳石粉末的液态循环液彻底烧干了，而且机体在400%的超负荷运转下，4只液压传动轴主神经元骨架已经全部报废。这后续的维修费加起来，能再造小半台崭新的机架了。完了，打赢了美国老是爽了，但这下我是真的要把底裤都赔穿了。此时，北方战区01号基地内正洋溢着一种过年般的喜庆气氛。为了庆祝玄女01验证机在东海的完美首秀，虽然官方说法是救援机器人，海上抗风测试基地特意举办了一场高规格的庆功宴，但作为主角的林默此刻却躲在实验室的角落里，愁眉苦脸地盯着手里的一块废料。林总师庆功宴马上开始了，陈司令都在等您呢。赵博士推门进来，看到林默这副样子，不由得一愣：“您这是在搞科研？搞个屁科研！”林默叹了口气，把手里的废料扔回桌上。我在想怎么过关。苏小姐来了。林默指了指门外，是来谈追加投资和技术授权的，但我知道她是来查岗的。上次我为了救她，把机甲开得稍微暴力了一点，她说我不爱惜公务，要扣我尾款。赵博士忍不住笑了：“林总师，您这就有点凡尔赛了。现在全世界都在求着买您的专利，您还差那点尾款。”林默摇摇头，眼神深邃：“这是原则问题。再说了，他这次来好像还要带我去见家长。”赵博士的八卦之魂瞬间燃烧，见家长。苏老不是天天见吗？不是苏老。林默压低声音：“是苏晴的父母。”是苏晴的父母，听说也是狠角色，一个是搞金融的，一个是搞艺术的。他们觉得我这个焊工虽然现在出名了，但毕竟是个粗人，怕我跟苏晴没共同语言。赵博士同情地拍了拍林默的肩膀：“这确实是个难题。那你准备了什么见面礼？”林默眼睛一亮，从兜里掏出一个黑乎乎的小盒子：“你看这个行不行？”赵博士凑过去一看，盒子里躺着一朵花，但这花不是鲜花，而是一朵用不知名金属打造的玫瑰。花瓣轻薄，如纸呈现出一种梦幻般的渐变，蓝紫色花蕊则是几根细如发丝的金线顶端，还镶嵌着极其微小的晶体。这是赵博士倒吸一口凉气：“钛合金，不仅是钛合金。”林默得意地介绍：“这是我用那把光剑切下来的边角料做的，这种钛合金经过了等离子重铸硬度，是钻石的3倍。而且你看这个颜色，这是我通过控制氧化层的厚度，利用光干涉原理弄出来的极光蓝，跟机甲飞行时的尾焰一个色。”赵博士看着这朵花，仿佛看到了无数经费在燃烧。用航天级钛合金配合纳米级焊接工艺，还得调控氧化层厚度，这朵花的造价估计能买下中海市的一套房。这叫永不凋零的浪漫。而且这花还有个隐藏功能，花蕊里我藏了个高频发射器。林默指了指那几个晶体，万一苏小姐遇到危险，只要一按这个花梗，方圆5公里的电子设备都会瞬间瘫痪。防狼神器，神特么防狼神器，这叫区域性电磁脉冲武器样子。你拿这玩意儿当定情信物？庆功宴现场，苏晴今天穿了一身剪裁得体的白色职业，妆少了几分，平日里的娇蛮多了几分干练，但她的眼神却一直在人群中搜索。苏振海老爷子今天精神抖擞，红光满面，那小子肯定又躲在哪个角落里捣鼓他的废铁呢。天才嘛，都有点怪癖。苏晴脸一红：“爷爷谁找他了？我是来看机甲的。”就在这时，大门打开，林默穿着那身万年不变的工装，虽然洗得很干净，大步走了进来。在他身后跟着一脸崇拜的赵博士和几个年轻的女研究员。“林总师好，林总师能不能给我签个名？林总师晚上有空吗？我想请教一下那个液压阀的问题。”几个刚分来的女博士围着林默，眼睛里都在冒星星。在他们眼里，这个能把微波炉改成反重力引擎的男人，比任何流量明星都要性感1万倍。苏晴看着这一幕，手里的香槟杯差点捏碎。好啊，这才几天不见，这就成国民老公了。林默费劲地从人群中挤出来，一眼就看到了苏晴，他眼睛一亮，快步走过去：“苏老板，回款的事儿。”苏晴瞪了他一眼，但眼角的笑意却怎么也藏不住。这里这么多人，能不能别张口闭口就是钱？你也算是国家功臣了，有点格调行不行？林默挠挠头：“那咱们谈谈这机甲的折旧费。”苏晴气笑了，刚想说什么，突然看到了林默手里那个黑盒子。这是什么？林默有些不好意思的把盒子递过去：“那个送你的，算是售后赠品。”苏晴打开盒子，那朵闪烁着极光蓝的钛合金玫瑰在灯光下熠熠生辉，周围瞬间安静了下来。懂行的人，比如在场的几百个科学家，都在倒吸凉气，惊叹于这鬼斧神工的工艺；不懂行的人，比如随行的官员和家属，则被这梦幻的颜值彻底征服。这苏晴愣住了，她见过无数珠宝，但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充满力量感与科技感的美。我自己焊这种蓝色很难挑，我烧费了几百斤钛合金才试出来的，它不会生锈，也不会褪色，只要你不拿它去砸核桃，它能保存1万年。苏晴看着林默那双真诚的眼睛，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被狠狠撞了一下。这个男人不懂送花，不懂甜言蜜语，但他会用最硬的金属为你焊一朵永恒。我很喜欢，喜欢就好。对了，那个花梗上有个按钮，千万别乱按啊！按了咱们这宴会厅就得停电了。就在这时，
大屏幕突然切断了原本播放的庆功视频，插播了一条紧急新闻。突发新闻中，海氏前首富之女苏氏集团前高管王月，今日在看守所内接受第一次公开审讯。其不仅承认了雇佣网络水军抹黑救援机器人，更供出了其背后勾结的境外势力名单。画面中，王月穿着囚服，剃了短发，整个人瘦得脱了相。她面对镜头痛哭流涕：“我错了。”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机甲是真的，我只是嫉妒苏晴那个外国人跟我说，只要我搞臭苏晴，他们就给我绿卡。宴会厅里一片唏嘘，自作孽不可活。苏振海冷冷地评价了一句。苏晴看着屏幕，心中早已没有了恨意，只剩下淡淡的悲哀。林墨，如果不是你，我现在可能已经被他害得身败名裂了。嗨，多大点事儿！林墨拿起一块蛋糕塞进嘴里，咱们是合作伙伴吗？对了，既然你收了我的花，那尾款是不是可以？苏晴狡黠一笑，晃了晃手里的花，这花算定金，剩下的一辈子你得慢慢还。全场起哄，掌声如雷。只有林墨拿着蛋糕僵在原地，大脑飞速运转一辈子。那是多少工时？这得按多少倍工资？有没有加班费？然而温馨的时刻总是短暂的。当晚，陈建国的办公室里，气氛凝重的像是一块铅。林墨被紧急召回，嘴角的奶油还没擦干净。陈建国指着墙上的巨幅海图鹰降国，这次是真的急眼了。鹰降国这次是真的急眼了。他们在海面上丢了面子，现在想从水底下找回来。海图上，东海与太平洋交界的一处深海海沟被标记了一个红色的骷髅头，这是我们的深海监听阵列。2个小时前突然全线沉没。陈建国声音低沉，最后传回的数据显示，有一个巨大的热源正在海底快速移动，速度超过了80。核潜艇最快也就40节吧。这玩意儿是鱼雷，不，它的体积比航母还大。陈建国调出一张模糊的成像图，那是一个像鲸鱼又像是某种史前巨兽的庞然大物。它有着流线型的身躯，身体两侧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孔洞，尾部拖着长长的湍流，代号波塞冬。这是鹰降国DARPA国防高等研究计划局搞出来的深海无人潜航器母舰。据情报，它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海底工厂，内部搭载了数百个自杀式攻击无人机，甚至还可能装备了构造武器，也就是人造地震波发生器。陈建国狠狠地捶了一下桌子，这帮畜生，他们想在我们的沿海大陆架制造海底滑坡，引发海啸。一旦成功，中海市航程整个沿海经济带都会被淹没。林墨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中海市，那是苏晴的家，也是他那个刚修好房顶的破铺子所在地。我们的反潜部队呢？波塞冬潜伏在3000米的深海，我们的鱼雷打不到那个深度，深水炸弹也无法锁定。它的外壳采用了特殊的吸音材料声呢，照上去就是一片死寂。3公里，林墨喃喃自语，这个深度压强是300个大气压，就算是坦克下去也会被压成一张铁饼。上级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拦截波塞冬。陈建国看着林墨，但是我们现在的深海潜水器没有攻击能力，有攻击能力的下不去。林墨，你的玄女01，它是为了陆地和大气层设计的，虽然密封性不错，但到了3公里肯定会漏水。一旦电路短路，那就是个铁棺材。办公室里陷入了绝望的沉默。时间1分1秒过去，根据测算，波塞冬还有12小时就会到达预定攻击位置，除非林墨突然抬起头，眼神里闪烁着那种熟悉的疯狂的光芒，除非我不让水碰到它。林墨站起身，开始在房间里踱步。如果我能制造一个超空炮，那是鱼雷技术利用气泡包裹物体，减少阻力，但那是动态的你。怎么可能让机甲全身都被气泡包住？林墨抓起桌子上的一瓶矿泉水，猛地倒在自己的袖子上，那是防水面料水珠，瞬间滚落，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如果我在机甲表面涂一层超级疏水材料，再配合微波加热产生的高压蒸汽层，就像是在机甲外面穿了一层空气雨衣。水压虽然大，但只要这层气衣不破水，就接触不到机甲本体。这理论上可行。赵博士在旁边疯狂计算，但是这种涂层去哪儿找？我们需要几吨，而且必须在几个小时内涂完。林墨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赵博士，你还记得我那个修车铺隔壁是干嘛的吗？卖不粘锅的。林墨掏出手机，克服龙涂层，再加上我的独门秘方荷叶提取物纳米粉末，给我准备50吨特氟龙，再给我找100个喷气工。我要给玄女穿件新衣服。赵博士感觉自己的脑血管又要爆了。你要用不粘锅的涂层去对抗3000米的深海压强，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林墨已经冲出了办公室，别愣着了，不然我的铺子就要被淹了。风暴将至，这一次战场在深渊，这里灯火通明，汉花飞溅，100多个穿着防护服的喷漆工正吊在玄女01机甲的身上，疯狂地喷涂着一种灰白色的液体，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类似于煎鸡蛋烧焦了的刺鼻味道。林墨站在升降台上，手里拿着一个巨大的吹风机，那是改装过的工业热风枪，正在对涂层进行快速烘干。快，腋下多喷点，那是关节活动区容易磨损。林墨大喊着，还有脚底板，
特氟龙不够，就去食堂把锅都挂了。站在下面的陈建国看着这台原本威风凛凛的红色机甲，此刻变成了一只灰白色的滑溜溜的大壁虎。这真的行吗？苏振海老爷子拄着拐杖，一脸担忧。这看着有点像我家炒菜锅的涂层，就是炒菜锅涂层。赵博士在一旁生无可恋的记录数据。林总是在里面加了石墨烯粉末，说是能增加表面张力。理论上，这层涂层能让水的接触角达到170度，也就是说，这机甲现在比泥鳅还滑。报告。涂装完成。报告，全系统密封测试通过。报告，反重力引擎不高压蒸汽，发生器调试完毕。林默扔下热风枪，最后拍了拍机甲的膝盖，手感确实好滑的，站不住苍蝇。好了，伙计，林默对着机甲低语：以前带你上过天，今天带你下海捉鳖，别给我掉链子。他翻身跳进驾驶舱，玄女01启动，切换至深海模式，其实就是林默刚写的一个限制最高速度的补丁。目标确认波塞，深度3200，距离180海，出发。这一次没有运输机，机甲直接从码头上助跑，然后送身医院。巨大的水花溅起10几米，若是普通的钢铁，此刻早就沉底了。但玄女01入水后，体表瞬间产生了一层薄薄的肉眼，几乎看不见的气膜。海水被这层气膜隔绝在外际，甲就像是被包裹在一个透明的气泡里。下面背后的涡轮风扇反向旋转，不再是吸气，而是利用高压电解海水产生的氢氧气泡，产生巨大的推力。机甲如同一枚灰白色的鱼雷，朝着深渊急速坠落。深度500米，光线消失了，周围是一片死寂的黑暗，只有机甲探照灯的光柱像2把利剑刺破黑暗。深度1500米，驾驶舱内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那是金属骨架在巨大的水压下产生的形变。警告，外部压强接近临界值，涂层完整度98%，系统报警。林默看了一眼仪表盘，淡定地嚼着口香糖，稳住，这才哪到哪。咱们是不粘锅不怕痒。深度3公里，海底，这里的景象如外星表面般荒凉，巨大的海底山脉在黑暗中若隐若现，偶尔有几只发光的深海鱼好奇地游过，然后被机甲带起的湍流吓跑。发现目标，林默盯着雷达，屏幕击沉落在前方5公里处的一个海沟里，踏着一个巨大的黑色阴影，那就是波塞冬。它太大了，足有200米长，像是一艘沉没的航母。此时它的背部正如蜂巢般打开，无数只有鲨鱼大小的自杀式无人机正蜂拥而出，开始在海底布置阵远炸弹。果然在搞鬼，林默冷笑。此时波塞冬似乎也察觉到了入侵者，在这个深度声呢是最敏锐的感官。几十架无人机突然掉头向，一群闻到血腥味的食人鱼朝着林默冲来，想打群架。林默双手握住操纵杆，水下格斗。我虽然没练过，但这水的阻力正好适合练太极。来吧，机甲不退反进。它在水中无法像陆地上那样灵活跳跃，但因为那层气膜的存在，它的阻力极小。林默操纵机甲做出了一个诡异的游龙步，实际上就是模仿泥鳅的摆动。几架无人机撞过来，却因为机甲表面太滑，直接呲溜一下滑开了，撞在了后面的岩石上。嘿，特氟龙不仅防粘还防撞。林默抓住机会，机甲右手猛地探出，精准地抓住了一条漏网之鱼。机械手用力一捏无人机，瞬间变成了废铁。但敌人太多了，成百上千的无人机密密麻麻地围了上来，试图用数量优势淹没机甲。林默皱眉，这么多苍蝇得用拍子。他按下了那个原本用来控制光剑的按钮，但在水下并没有伸出40米长的光束，因为林默把聚能透镜拆了，换成了一个花洒喷头。高压电解模式，全功率，机甲全身瞬间释放出超高压电流，周围的海水瞬间被电解，无数气泡爆炸，产生强大的冲击。这不仅仅是电击，这是海底版的雷切。那些围上来的无人机内部电路瞬间被烧毁，像是下饺子一样，噼里啪啦的往下掉。清理完小怪，林默看向那个巨大的 BOSS 波塞冬。此时的波塞冬似乎被激怒了，他那巨大的头部缓缓转动，露出了一个漆黑的炮口，那不是火炮，那是超空炮鱼雷发射管。一枚重型超空炮鱼雷拖着长长的气泡轨迹，以每小时200节的恐怖速度射向机甲。这种距离，这种速度根本躲不开。指挥大厅里，陈建国的心跳都停了。林默，快躲开！但林默没有躲，他反而操纵机甲迎了上去。多西，那是懦夫的行为。咱们汉宫讲究的就是一个硬刚。就在鱼雷即将击中机甲胸口的瞬间，林默做了一个让所有人匪夷所思的动作。机甲突然张开双臂，胸口的装甲板打开，露出了那个核心反应堆，其实是电池组微波炉磁控管，微波获得逆向输出。那一瞬间，机甲胸口产生了一个极高温度的蒸汽团，鱼雷一头扎进了这个蒸汽团里。由于介质密度的剧烈变化，鱼雷的超空炮瞬间破裂，失去空炮保护的鱼雷在这个速度下撞击高密度海水，就像是撞上了一堵墙。鱼雷在距离机甲5米的地方自行解体爆炸，巨大的冲击波将机甲掀飞了几百米，撞在了海底的山崖上。警告：不停过载，涂层受损30%，左臂液压系统失灵。驾驶舱里红灯狂闪，林默被震得7荤8素，额头上流下了鲜血，真特么劲大。
林默抹了一把血眼，神却更加凶狠。不过你也暴露弱点了吧？刚才那一瞬间的爆炸，火光照亮了波塞冬的腹部，那里有一个巨大的散热口，正在向外喷吐着热流，那是他的核动力反应堆冷却口。只要把那玩意儿堵上，他就会变成一个高压锅。玄女还能动吗？动力剩余15%，建议上浮。上个屁！给我冲过去！残破的机甲从岩石堆里爬出来，只有一只手能动，浑身冒着气泡涂层，阔了像是一个受伤的战神，朝着那头深海巨兽发起了最后的冲锋。波塞冬显然没想到这个小东西这么顽强，他试图转向用尾巴去扫击，但林默这次没有躲闪，他把所有的能量都集中在了推进器上。走你！机甲像是一枚钉子，死死地钉在了波塞冬的腹部，仅剩的右臂紧紧地抱住了那个巨大的散热口。你要干什么？指挥大厅里，苏振海惊恐地大喊：“那是几千度的热流，机甲会融化的。我可是焊工，融化金属那是我的老本行。”他按下了那个红色的按钮，这次是真的焊枪模式。机甲右手的等离子发生器全功率开启，直接对着散热口内部喷射，高温对高温，金属对金属，在几千米的深海上演了一场无声的焊接手术。给我焊死他！林默怒吼。几秒钟后，波塞冬内部传来了沉闷的爆炸声，冷却系统失效，核心反应堆过热保护触发这台深海巨兽，瞬间瘫痪。他那庞大的身躯失去了动力，开始缓缓下沉坠，向更深的深渊。搞定！林默松开了手，机甲也被反作用力推开。玄女报告状态：动力耗尽，正在启动紧急上浮气囊。此时的机甲已经破烂不堪，那层特氟龙涂层早就没了海水，开始渗入驾驶舱。冰冷的海水漫过了林默的脚踝，有点冷啊。早知道多穿条秋裤了。他看着那个缓缓坠入黑暗的波塞冬，心里充满了成就感。喂，苏老板，他打开通讯器信号，虽然断断续续，但他知道，他听得见。那个海底捞我吃腻了，今晚能不能换个口味？我想吃热干面。通讯器那头传来苏晴撕心裂肺的哭声和陈建国激动的吼声：吃，你想吃什么都行。全中国的热干面都给你包了。随着紧急气囊充气，残破的机甲像是一个白色的幽灵，带着满身的伤痕和荣耀，缓缓冲向了久违的充满了阳光的海面。在那深邃的蓝色中里，莫闭上眼睛睡着了。这大概是他这辈子睡得最踏实的，意识回归身体的感觉，就像是老旧的电瓶车终于打着了火。林默睁开眼入目，是一片晃眼的白，空气中没有那股熟悉的机油味和深海的咸腥味，取而代之的淡淡的消毒水味，以及一股极其浓郁、极其霸道的芝麻酱香味。醒了。耳边传来一阵惊喜的呼喊，林默艰难地转过头，脖子发出咔吧一声脆响。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而是堆满了一整张桌子的热干面，纸碗的、瓷碗的、打包盒的，足足有几十份，把那个原本用来放鲜花的床头柜挤得摇摇欲坠。这就是你们说的包场？林默张了张嘴，声音哑得像是在砂纸上磨过。你小子！陈建国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凑了过来，眼眶红肿，胡茬子也没刮，但笑得比谁都开心。你昏迷了3天，这3天里，全中国的热干面店老板听说你要吃，恨不得连夜坐高铁给你送过来。这些还是经过安检筛查后留下来的精品。林默想笑，却牵动了胸口的伤疼的龇牙咧嘴。太浪费了，我就一张嘴，哪吃得完？吃不完也没事，闻闻味儿也是好的。苏振海老爷子坐在一旁的轮椅上，激动的腿脚有点不利索，手里捧着一个红色的锦盒，眼神慈祥的像是在看亲孙子。小林啊，这次你可是立了大功了，天大的功劳！林默撑着床板坐起来，发现自己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那个波塞冬呢？还在海底趴着，不过现在他是咱们的了。工程兵部队正在想办法打捞那里面，可是鹰将国最核心的黑科技。虽然核心反应堆被你焊坏了，但剩下的壳子和无人机技术够咱们的研究院消化10年。林默松了口气，那就好，那个不用我赔吧。陈建国瞪大了眼睛，随即从苏振海手里拿过那个锦盒，郑重其事地打开，一枚金光闪闪、沉甸甸的勋章静静地躺在里面，那上面雕刻着长城与橄榄枝主剑，是一颗红星。81勋章驻军队，最高荣誉此处。为小说虚构情节，实际授予需严格流程，经过军委特批。陈建国站直了身体，虽然穿着便装，但那个军礼敬得标准而肃穆。林默同志，鉴于你在东海危机及深海拦截行动中的英勇表现，以及在国防科技领域的突破性贡献，授予你81勋章，同时特聘你为国家战略装备发展中心总工程师，享受副军级待遇。林默看着那枚勋章，整个人都傻了。他就是一个修车的，顶多算个手艺比较好的修车，这一下子成首长了，领导着林默有些手足无措。我没上过军校，也没学历，这不合规矩吧？规矩是人定的，但人才是老天给的。陈建国把勋章塞进林默手里，语气不容置疑：你的手搓机甲技术就是最大的规矩。从今天起，国家给你兜底，你想焊什么就焊什么，哪怕你想给月球焊个栏杆，我们也给你批经费。林默握着勋章，冰冷的金属触感让他想起了那个在暴雨夜里敲打钢板的自己。他突然笑了笑，得有点憨。给月球焊栏杆就算了，不过我想先吃碗面。病房里的人都被清空了，只剩下最后一个人苏秦。他瘦了一圈眼窝，深陷，显然这3天也没怎么睡，手里端着一碗还冒着热气的热干面，这是他亲手拌的。两人对视了许久。吃吗？
苏晴打破了沉默，声音有些沙哑。吃。林默接过碗，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芝麻酱糊了一嘴，但他觉得这是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苏晴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眼泪突然就下来了。林默，你是个混蛋，谁让你逞英雄的？谁让你下潜到3000米的？你知道医生把你捞上来的时候说什么吗？说你的内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挤压伤，要是再晚1分钟，大罗神仙也救不回你。林默放下碗，有些尴尬的擦了擦嘴。那个当时情况紧急嘛。再说了，我有特氟龙护体，心里有数。有个屁数！苏晴忍不住爆了粗口，走过来狠狠地捶了他一下，却又在拳头落下的时候收了力道，变成了轻轻的抚摸。你要是死了，那个铺子谁去翻修？那些尾款谁来收？还有我怎么办？最后4个字轻得像是一声叹息。林默愣住了。他虽然是个直男，是个技术宅，但他不是傻子。他看着苏晴那双红肿的眼睛，突然觉得自己这辈子除了那些冰冷的金属，似乎还真的需要点别的什么东西来填补。苏老板，林默突然开口，语气变得格外认真。干嘛？苏晴吸了吸鼻子，那个我的手艺你是知道的。林默伸出那双布满老茧和细小伤痕的手，虽然我不懂浪漫，也不会说话，但是只要是到了我手里的东西，不管是废铁还是金子，我都能把它修好，把它变得独一无二。他从枕头底下摸索了一阵，掏出了一个小小的金属环，那不是钻戒，那是他在拆解波塞冬核心反应堆时顺手截取的一小段钛合金管，然后用等离子火花在上面烧出了这一圈绚丽的蓝紫色纹路。这是从那个深海怪兽的心脏上拆下来的。林默看着苏晴，他的熔点是1668度，硬度是普通钢材的5倍，或在那圈刻了2个字。苏晴接过那个指环，凑近了看，那圈用极其微小的激光刻痕写着不退。不退。苏晴，一不退货，不退款，不退缩。这辈子这单生意我接了，终身质保，随降随到。苏老板傲不俗气，你愿意签收吗？苏晴看着那个充满了工业暴力美学却又无比精致的指环，又看了看面前这个傻笑的男人，他突然破涕为笑，伸出手指，那得看你的售后服务怎么样了。那得看你的售后服务怎么样了。林默笨手笨脚的把指环套在他的无名指上，尺寸竟然刚刚好，这也是他目测出来的神迹。成交。那这戒指钱能从尾款里扣吗？啊，林默。病房里传来了苏晴久违的咆哮声，伴随着2人压抑不住的笑声。窗外阳光正好。1年后南天门计划，西北戈壁某绝密军事基地，这里比1年前那个车间要大上10倍。巨大的机库里停满了各种奇形怪状的飞行器和机械装置，墙上挂着一条巨大的红色横幅，热烈庆祝南天门计划第1阶段工程顺利推进。穿着总师制服，虽然扣子还是经常扣错的，林默正背着手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对着下面一群愁眉苦脸的博士生训话。我说过多少遍了，那个反重力引擎的线圈不能绕得太整齐，太整齐了，磁场会发生谐振，会炸的。要乱，要那种乱中有序的感觉，就像你家猫玩过的毛线球，明白吗？下面的博士生们疯狂击毙鸡猫玩过的毛线球，乱中有序，非线性拓扑结构。1年时间，林默已经成为了这里的神话。他不再亲手拧每一个螺丝，因为国家真的给他配了一个团的助手，但他依然是那个灵魂人物。任何解决不了的工程难题，只要他过去摸一摸，听一听，敲2下，保准能找到病灶。现在的玄女系列机甲已经量产到了第3代，从最初的救援型衍生出了深海型、空战型，甚至还有专门用来搞基建的工程型。鹰将国那边彻底老实了，自从上次波塞冬被当场捕获并公开展示，当然说是打捞到的古代沉船后，他们就撤回了所有的前沿部署，开始闷头研究为什么中国的特氟龙涂层能抗深海压强。据说他们的科学家已经买光了全球的不粘锅，正在家里疯狂炒菜做实验。林总是外面来人了，说是老客户。老客户？林默一愣，他拍了拍手上的灰，跟着赵博士走到了基地的主接待室。推开门，苏晴正坐在沙发上喝茶。他现在已经是苏氏重工的董事长，全权负责国家机甲项目的民用供应链。他手上戴着那枚蓝紫色的钛合金戒指，气场比1年前更加强大。而在他旁边坐着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中年，那人虽然面带微笑，但眼神中透着一股掌握乾坤的威严。林总是好久不见。苏晴放下茶杯，微笑着打招呼：“老婆柯苏董。”林默赶紧改口，毕竟有外人在。你怎么来了？家里装修完了。苏晴指了指身边的中年人，这位是张局长，负责国家战略航天项目的，他有一个小订单想问问你。航天项目？林默来了兴趣，拉开椅子坐下。多大的订单？要是做个卫星支架什么的，让赵博士去就行了。张局长微微一笑，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厚厚的文件，推到林默面前。封面上写着4个大字：鸾鸟计划。林总师，我们听说您对大尺寸模型很有心得，这次我们想做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飞机模型。林默翻开文件看了一眼第1页的参数，项目名称：战略空天载机平台，代号鸾鸟，全长242米，翼展682米，动力源双核聚变反应堆，增强型反重力引擎组载机量88架玄女，空天战机作战高度4万米，至近地轨道。林默的手抖了一下，200多米长，
近地轨道，这特么是空天母舰呢？这还是模型吗？名义上，张局长眨了眨眼的表情，跟当年的林默如出一辙，主要是为了气象观测。毕竟我们要观测全球气候变化，飞得高一点，载重大一点，续航久一点，很合理吧？气象观测，林默乐，这理由比他的救援机器人还离谱。怎么样，林总师？苏晴在一旁推波助澜。张局长说了，这次的经费上不封顶，而且所有的材料都用最好的，那个核心龙骨的焊接工作非你莫属。林默合上文件，闭上眼睛，他在脑海里构想那个画面：一艘遮天蔽日的钢铁巨舰悬浮在云层之上，无数架玄女战机如同蜂群般进出，那是人类工业的巅峰，是星辰大海的入场券。而这一切都需要从第一条焊缝开始，那种久违的让血液沸腾的冲动再次涌上心头。券！林默猛地睁开眼，眼神比手中的钛合金戒指还要亮。这会儿，不过我有言在先，这东西太大，我的实验室放不下。放心，你看那里。林默转头看去，在戈壁的尽头，一座如同山岳般巨大的钢铁船坞正在拔地而起，数万名工人如同蚂蚁般忙碌，巨大的塔吊直插云霄。那是国家为鸾鸟准备的巢穴。尾声，3个月后，巨大的船坞内火花飞溅，林默戴着那顶有些掉漆的旧焊帽，手里拿着特制的功率如光剑般的焊枪，站在几10米高的龙骨架上。林总师，所有参数校对完毕，可以起焊。耳麦里传来赵博士激动的声音。林默深吸一口气，他看着脚下这根将要承载起一个民族腾飞梦想的钛合金龙骨。老婆，今晚晚饭别等我了，今晚我要给咱们国家焊一条通往未来的路。刺目的蓝白色电弧亮起，瞬间照亮了整个船坞，也照亮了林默那双专注而狂热的眼睛，那是独属于中国工匠的光芒。